你这个疯子，为什么？我之前想过要劫持他，但没想过要杀他。他之前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与其让他抓回去受苦，还不如给他一个痛快。这东西真的能让死去的人复活吗？啊！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暗研究员他亲自跟我说的，这东西能让死去的人复活，怎么会变成这样？啊！向云峰，你做了什么？我要杀了你！去死吧！去死吧！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干我们这一行少碰女人，少碰女人，你把我的话当耳边风了吗？我叫向云峰，21世纪初，我加入了一个北派盗墓团伙，从南到北，江湖百态，三教九流。我跟着我的师傅王显生，开启了我的暴富之旅。但在这其中，不乏会碰到一些让人猝不及防的事，因为在这江湖之中，还隐藏着许多奇人异事。什么狗屁看门人，来一个杀一个，来一双杀一双，哪个不怕死的敢来？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是天下第一，还有谁能治我？小子，听说你叫向云峰是吧？你得罪的人还真不少啊。能不能冒昧问一下，你为什么总拿着这本书？是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少管理讲，你康定这个馊样，我已经闻到了馊气，是那老大我头晕。你小妖精，就凭你这点道行，也敢跟老道作对？老道观你面相，你地格鲜血，欠其命，身受恩，反而成怨恨。无人能把你带出来，你就是个无生之命。妖怪们，拍电影的林正英知道吧？那是老道我师弟。1年多了，这个地方一直吸引着我。我梦到过那些神秘的石头高塔，他们一定和西夏灭亡的党项人有关，大概在四川木雅地区。我叫那个地方天府炮楼。把头对这些西夏文化的痴迷程度，不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在解开阿育王塔的谜团之后，他带着我们前往四川木雅地区，开启了我们的又一次探险之旅。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义字当头对兄弟，对兄弟要交心，虚情假意没意义。有病啊，还让不让人开车？哎呀，我唱的好听吗？把头。云峰，这次我们去西乌尔博，只是大致划定了一个可能的范围。这个范围很大，我们作为参考，就只能去这个大范围的中心地带寻找线索。你有什么对策吗？我能有什么对策？我相信夏末地李现没死，而是带着大量的金银财宝，在蒙古人眼皮子底下跑路了。但具体去了西乌尔国什么地方，那我就不知道了。哎，那就只能先找人打听一下，看看情况再说。我操，怎么回事？摔死老子了！师傅，我的宠物能带上车吗？用多买一张票吗？没事，能带宠物上来吧，不用多买票。谢谢师傅，等我2分钟。屁他妈了个屁！让让，大家让让，谢谢了。你不是说带小狗上车，怎么带这么大个牛？师傅，你说能带宠物的，这就是我的宠物。还有，你刚才说了不用多买票，谢谢师傅。姑娘，你也到康定下？是啊，怎么了？没事儿，我们也到康定下，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你知不知道木雅人住在康定哪里？博巴？你打听博巴干什么？博巴是谁？博巴就是木雅人啊，他们总人数大概8000人左右，在康定他们住得很分散。我以前在学校一个室友就是博巴人，我是藏族人。哦，你是藏族？没看出来，你普通话说这么好，穿的也这么时髦。大哥哥，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别叫我大哥哥，我没这么老。
对了，你带这头牛是要去哪里？下礼拜一我们村里要过晒佛节，这头牛是要拉回去杀的，过节用。过节用？哦，对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藏名叫米娘拉珍，小名叫小米，你也可以叫我小米。哎呀！咦？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快下车了，我帮你牵牛吧。怎么样，云峰，打听清楚了吗？我已经把他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住在瓦泽乡16村，大一学生，家里有一个弟弟，有一个牧雅人同学。16村附近的好几个村子在下礼拜一会举行晒佛节，为期4天。那就好，先去他们村子看一看，兴许会找到一些有用的消息。相比拉萨，康定这里的小晒佛节少了一分空灵宏大感，多了一丝人间烟火气。那时候从康定到瓦泽没有班车，我们花了100块找了辆拖拉机送我们。坐在拖拉机上，于哥看天说：“云峰，你看那朵云像什么？我看像个佛头。”啊，不是佛头吧？倒是像一个簸箕。不对，分明就是一支口红。哪里像口红了？我看就像一块狗头金，是金子。什么玩意儿？想钱想疯了吧你？你不是一样还簸箕？我看你是一天不挖土你就浑身不舒服。我知道，老毛病又犯了。这年，当地政府开始重视旅游产业。由于我们到的时间刚好是晒佛节前后，所以这里有部分村民已经在做民宿生意了。我们当晚到了瓦泽，住在一家民宿旅馆，老板是汉族人，叫张新生，他老婆是藏族人，名字忘了。把头，都这么晚了，你在看什么呢？云峰，你过来仔细看这些塔，是方的还是圆的？圆的啊？怎么了？这有点奇怪。根据我之前的调查，早在上个世纪就有学者在木雅一带的深山里发现过一种奇怪的石雕楼建筑群，不过全部都是方形的，是用片石堆起来的，有点像小型金塔，可从未听说有人发现过圆形的石雕楼。这图最起码80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上头画的这些石楼可能早就塌了，塌了自然就没人见过了。我总感觉似乎漏掉了某种细节。2位客官，我特意送壶茶过来。对了，这是我们康定的特产高原雪茶，雪山上的雪茶是我们这里的稀世珍品，只有在本地才能喝到正宗的，外地买的都是假的。这一包1斤半，你们要的话给我888。这是极地松茸，这是康定鹿茸片，这是雪山大豆，这是……停！你是变魔术的吧？这都是放在身上哪儿的？等等嘛，还没完，这是野生煎贝，这是康定苹果干，这是真空装的窝子油膏。你看看你们要点什么？全拿的话，给你们算个优惠价，2888。你真是个天才。这雪茶确实不错，云峰，给人拿钱买1袋。这也太贵了，888一袋，能买1吨猴王牌茉莉花茶了。别废话，赶紧的。给你。谢谢2位客官。老张，我看你有辆面包车，能不能明天把我们送到16村？我们想去那里看晒佛节。没问题，明天吃了早饭我就把你们送过去。我在这里生活20年了，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问我。我知道了，把头借口买茶是假，让他帮忙当向导是真。Nice。晒佛节就是晒唐卡，16村有2张大唐卡，一张是现代的，另一张据说是唐代的。今天家家户户会拿着小唐卡放到大唐卡旁边晒太阳，要是真的或者长度超过了2米，那就是国宝级文物，豆芽仔大惊失色。我去，唐代的，那要是真的，不得卖几10万。当然是真的，前2年县里来专家鉴定过，说真的，并且还想征收到博物馆，不过遭到了村里人强烈拒绝，最后不了了之。要是真的唐代文物，没人偷吗？有人偷，我老婆说过，那个唐卡前后一共被偷过7次，结果每个偷的人都死于非命，有摔死的、淹死的、车撞死的等等。这么邪门？哈哈，你们别不信，知不知道那个大唐卡上画的什么图案？吉祥天母、大威德金刚，要不就是莲花生。不，都不是，是狮头圣母拜阎魔。狮头圣母不知道，但我知道阎魔神，那是藏区的死神，代表的就是死亡。老张，他们这是在干啥？这是在烧石头。每年晒佛节一开始，藏民会搬一块白石头，在这里土地用火烧黑以后抱回家里，放在床底下，据说能挡灾。我挤过去看热闹，只见大火堆旁蹲坐着一位老妇人，一直低着头。人会先把石头递给他，然后由他把石头丢进火堆里烧。可能由于这块石头太重了，堆着的干柴掉出来几根，干柴还冒着浓烟，无意中在地上搭了一个倒着的3角形。7月爬会为我报仇，党项的万万阴魂诅咒你，诅咒你今生。
这不可能，难道是巧合？云峰，你怎么啦？云峰，你怎么啦？疯子，你怎么了？怎么流这么多鼻血？让开！快，牙仔，去打盆水来。水来了。怎么回事？峰哥，你到底怎么了？让开，让开，都给我让开！我是医生，他这是急性高原反应。谁有氧气？谁带氧气了？周围没人回应，小轩把头他们在旁边一脸焦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呼吸不上来，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在死命掐我脖子。突然间，一阵温热的感觉从我嘴中传来。哇哦！那个女孩竟然正在和我嘴对嘴，帮我做人工呼吸。你这是？别说话，你把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云峰，你怎么啦？你吓死我了！跟我说句话。先别让他开口，让他多休息一会儿。他以前是不是没有来过高原？这是急性高反，如果身边没有人，会要人命的。姑娘，太感谢你了，我们都不懂，你帮了我们大忙。不用谢，这都是应该的。我也是来康定旅游的。小兄弟，你刚才把我吓得都不敢说话了。你怎么有这么严重的高反？这还没到海拔高的地方，16村再往上游走10公里，那里才到高海拔区。我没事了，刚才让大家操心了。你是医生，谢谢你刚才救了我一命，一点小意思，还望收下。你这是干什么？医生救人是职责，我不要你钱，你快收起来。我这还有。说了不用，这样吧，你要真过意不去，就请我吃顿饭吧。找了家卖饭的地方，我丝毫不吝啬，把有东西全点了。康定黄凉粉、酸菜面皮子、酥油包子、酥油茶、牛肉粥等等，点了一大桌。饭桌上了解到，他姓傅，叫傅珠，竟然是千里之外的邯郸丛台人，这个姓氏可不多见。傅姑娘，我这么称呼你可以？可以啊，我这个人喜欢旅游交朋友，我很好说话的，你也可以叫我小名猪猪。哈哈，好啊，猪。猪姑娘，吃菜吃菜，这还剩这么多，不吃就浪费了。猪猪，你怎么在这吃上饭了？我以为你去别的地方了，害我好一顿找。这几位是表哥，他们是我刚认识的朋友，可好了，还请我吃饭了。对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叫什么呢？我姓向，我叫向云峰。你们好，赵志平，我是猪猪表哥。别吃了，猪猪，你没看开始了，大唐卡被抬出来了，走吧，咱们还要拍照。还看人家，他有我漂亮吗？你别多想，人和你嘴对嘴，只是为了救你。我当然知道，他没你好看，你最……云峰，吃完了吧？出来一下。怎么了？把头。云峰，你没看出来？看出来什么？这个女孩不是医生啊！把头，你怎么知道她不是医生？任刚可是救了我。救你是救你，这是两码事。刚才她伸手夹菜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她的食指和中指长度一模一样。手指长度一样？这个我真没注意到。什么意思啊？把头？意思就是她不是医生，她是小偷，是职业扒手。小偷？职业扒手？把头？怎么可能？怎么不可能？以前的道门，像这种女孩，在5、6岁时就会被人训练，用锉刀连皮带肉，活生生把2根手指磨成一样长短。我见过，小快手炉的手指也是这副模样。就算是小偷，为什么要磨短手指？2根手指会一样长，偷起来方便，就像筷子。若筷子有长有短，用起来就会不方便。来了来了，唐卡出来了。难道他们兄妹目标就是这张唐卡？没错，不过这次他们可能要失算了。失算？怎么了？02年有一条新闻，在香港佳士得也有一张玉制阎罗唐卡像，卖了3087万港币，而这张也是阎罗像唐卡。你的意思是，这是一张假唐卡？可能是明清时期仿的。如果是唐代，这张要过1000万；要是明清仿，大概值个10万左右，顶了天。也就是说，猪猪可能不知道。怎么？云峰，你还想告诉他，我们都是贼，只是目标不同而已。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江湖规矩，看破不说破，懂吗？我知道了。晚上村里有篝火晚会，我们没出去，在等老张。打开门，老张身后领着个身穿百褶服包着头的老太太。老太太满脸皱纹，看起来岁数很大，最起码比把头大。老板，
我把人带来了，真不好找。我下午来开着车，硬是跑了30多里地呢。老张，这位就你们说的木雅人？是雅江10年一代最正宗的木雅人。我把人拉过来，费了老鼻子劲。那好，这是答应你的酬劳，你想出去补，有事了再叫你。谢谢老板，谢谢老板。把头，他说的什么意思？我怎么感觉一个字都听不懂？把头，他在说什么？我怎么感觉一个字都听不懂？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啊。你快去把老张叫来。你在门口做什么？我老婆懂一点木雅语，可以帮你们翻译。原来你一直在门口守着。是啊，生活不易，咱们都是朋友，给我意思意思就行了。10点多，老张老婆赶来了，充当我们之间的翻译。当然，我们又给了几百块钱好处费。把头掏出羊皮图纸说：“老张，你帮我问问，这种样子的塔，他见没见过？”好的。我大致听懂了1半多。他说他小时候见过这种原始塔，在一座大山深处，那里有很多野狼。具体呢？哪座深山里？他说他也不记得了，没人会去那里，在西北方向。西北方向吗？云峰，检查下东西，缺什么赶快买，近1、2天我们就动身进山。知道了。疯子，你坐这儿干什么？走呀，跳舞去啊！今天晚上兄弟可能要有福了。我刚才跟着他们跳舞，最少有5个女的看上了我。哇哦！吹，你长什么调呀？还5个女的看上你了？真的？你看你还不信？你太小看我了，我马上给你领个过来。几分钟后，豆芽仔还真领着个年轻女孩过来。我操，牛逼！这颗老葱你在哪儿拔的？什么老葱？没眼光！拉姆，介绍一下，这是我兄弟，快叫峰哥。峰哥好。怎么样？没骗你吧？光线不好，看不太清楚啊。拉姆过来。现在看清楚了吧？有点胸下垂。我走了。怎么走路的？没看到有人，是不是没长眼睛？是你，云峰，你在这里干什么？没事，瞎溜达。对了，你这是准备去哪里？没事儿，我表哥喊我过去。你们在这里慢慢玩，我先走了。这么着急，该不会是唐卡已经到手了吧？人走后，豆芽和女孩拉姆继续去跳舞。我抽完了这根烟，准备回屋。刚提起包，我马上皱眉。不对，我的包怎么这么轻？卧槽，我的东西呢？怎么全是女人的化妆品？唐卡，这是猪猪的包，拿错了。该死，这些都是我的私藏品，加起来最少能卖100多万。我他妈要这破唐卡干什么？人呢？不行，必须把我包换回来。老张，我有急事儿，用下你车。猪猪，你等一下，你拿错包了。他妈的，能不能再快点儿？油门踩到底，发动机声嘶力竭，到了极限。突然，我没注意到路中间有一块大石，面包车撞了，猛地向右打滑，冲出了山路。砰的一声巨响后，又撞到了树上。没气囊，我头直接撞到了方向盘，瞬间天旋地转，只感觉身上要散架了。疼死我了！老张，车坏了，你找辆车再来接我一下。什么？我车坏了？我开了8年都没坏，怎么你开几分钟就坏了？坏哪了？严重不？我还得找人修。不用修了，估计报废了。水箱没了，发动机掉下来了。你撞了？那你在哪儿啊？你倒是说个位置。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你就从16村出来，沿着山路往北走，我打着双闪，你路过能看到。等着，我马上过去。对了，猪猪的包里应该有手机，看看有没有其他联系人。翻了一眼猪猪的手机，我发现上面存着很多电话号码，像有李主任、王医生、马院长等等。往下翻，又突然多了这么几个备注的号码：荣门老瓢把子、荣门张高买、宋门聂子干。我看得眉头直皱。看来猪猪是双重身份，又是医院医生，又是老荣行的人。老荣行都是小偷，职业扒手，靠偷为生，而总瓢把子应该是他的接线人。打过去试试。小猪，东西到手了没有？你不是小猪，你是谁？北派向云峰。你是刨坟的？是。小子，猪猪呢？你怎么拿着他的手机？你应该知道，
我们荣行跟你们刨坟的，向来不打交道。你贵姓？我姓李。李瓢把子，我没把猪猪怎么样，是他手机丢我这儿了。你肯定有办法能联系他，就想你替我告诉他，让他现在回村里来拿手机。刨坟的，他把手机拉你那了。你刚才直接叫我瓢把子，说明你知道猪猪的身份，也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在村里要干什么，可对？果然都是人精，怎么办？要是说错话了，东西可就拿不回来了。对了，瓢把子你多心了，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我个人和猪猪的关系非同一般，你完全可以信任我，因为她怀了我的孩子。我操！什么？猪猪怀了你的孩子？对，你等着，我马上问清楚。这样就没问题了。都是一家人，猪猪要是接到电话，马上就能意识到是自己拿错了包。怎么开车的？我车都撞成这样了，大修一下最起码要3000块，你到底会不会开车？赔你2万。哦，其实我根本担心车，一辆破面包车算什么？兄弟，你人受伤了没有？这才是最主要的。行了，赶紧回去叫拖车吧，我这要等一个人。OK。猪猪，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刚才怎么跑那么快？我撵都没撵上你，你不知道你拿错包了吧？咱俩的包很像。给你。人不可貌相，向风，我之前怎么都没想到你是发死人财的。还好都在，吓死我了。你们这行常见接触古董，会不知道这张唐卡的价值？知道，唐代早期阎罗唐卡，只要卖出去，最少能值1000多万。那你还跟我换？我根本不在乎多少钱，因为这东西对我非常重要，是无价的。我的香包，谢谢。这香包是心上人送你的定情信物？不是，也就……哎呀！你踢我做什么？我干什么？你用我的电话跟老瓢把子说我怀了你孩子，你怎么乱说话？算上今天，我总共才认识你2天。接触了2天，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一个香包能顶得上1000万。从这点能看出来你重情义，可你有时又像个混子一样坏。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相识一场，这个东西就当你送我了。回去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村里人发现大唐卡丢了，人找来了。人走后，把头跟我说：“人得手了，咱们还是两手空空。云峰，明天我们先走，你后走，我们把铲子、手电那些装备留给你，我们迷药山脚下等你，到那儿汇合。”把头，你是怕明天被搜身？他们刚才走时的眼神你也看到了，明显还不太放心。明天我们大部队离开，肯定会搜身。相比之下，留你一个人目标小。知道了，把头，正好，明天我让老张去帮我买氧气。那行。云峰，你说这是谁干的？那么大的唐卡，说偷就偷了。人说那张唐卡以前被偷了好几次，每次到最后都完好的回来了。我还听人说，偷唐卡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说是唐卡上沾了什么诅咒。都乱传的，什么沾了诅咒？没有的事儿。唉，但愿吧，反正不是我们干的，也不用害怕。诅咒真的存在，是藏地的诅咒，还是党项人的诅咒？怎么了，云峰？你脸色不好看。没事儿，你快睡吧，明天一大早还得跟把头他们先走。隔天一早，果然像把头预想的，凡结队出村的外地游客都受到了严格搜身，男的搜男的，女的搜女的，而且唐卡丢了，当地人没有选择报警，而是找了个道士开始做法。老张，这是在做什么法？这个呀，我也是第一次见。就我老婆说，好像这个叫请爬神。请爬神？爬神是什么神？我也不清楚，是他们少数民族的某个神吧，壁虎、蜈蚣之类的神，爬虫嘛，所以叫爬神。难道他们说的是7月爬？兄弟，我问你个事儿啊。问什么？修车钱？我不是刚才给了你了吗？不是，你们几个是不是盗墓贼？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你装了吧？昨天那个圆脸女孩和你说的话我听到了，当时我没走远，她说没想到你是挖坟的。你放心，我不吭声，绝对保密，不让其他人知道。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死人拿着钱又没用，浪费资源，你说是不是啊，兄弟？我知道一个地方，就离这不远，有个古墓，你要是算我一份，我就告诉你。你别走啊，我是说真的，我真知道一个古墓，关键是那里方圆几里地内都没住人。我一直想干笔大买卖，以前还想一个人去挖，但是我不会这样，你有技术，我有头脑，咱俩合作肯定能大赚。什么古墓？我查过书，可能是元代的墓。你怎么确定的？你不是说不懂？
以前有人在那里种地，捡到过一个破铜壶，扁的，还绑着麻绳。有人懂这个就说了，说是元代士兵用的，麻绳是为了让铜壶拴在马背上不掉下来。考虑的怎么样了？去不去？就咱俩？不，加上我老婆，我们3个。带我去看看。很快，老张带我到了地方。我到了后一看，这里的地形眉头直皱。这里一面靠山，3面开阔，周围看不到房子，正好是在一户人家的菜地里头。老张却坚持让我找找看，他还知道洛阳铲，让我用洛阳铲找。兄弟，你不用你的洛阳铲，插这些管子做什么？让你服就服，问这么多干嘛？好好好，听你的。来，你拿着石头，用力敲这根管子。记住，敲的时候既要有节奏，又要有力度，懂了没？懂了，那现在开始。各就各位。怎么样？听出什么没有？换一边。两边的声音不一样，地下可能真的有东西。我靠！一看我说什么，我就知道这里有古墓。什么时候动手？今天行动，夜里12点。为什么老张要带上他老婆？其实不难理解，因为老张想多要一份钱，我是这么认为的。对此我并未足。到了菜地，我让老张老婆去地头放风，并且叮嘱他，如果看到了或者听到了什么动静，一定要提醒我们。都懂了没？懂了。那开始吧。盗洞挖的深了，我让老张下去用桶装土，他装满后晃晃绳子，然后我来拔。就这么一刻不停，干到3点半。老张在底下突然激动道：“兄弟，我看到砖了，你快下来看看。”小点声，别激动。叫什么叫？兄弟，这么厚的砖，咱们怎么下去？这都是空心砖，只要用锹头撬起来一块，很快就能开个窟窿。不信你试试。行，那我试试。还真是。底下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啊！别着急下去，离天亮还有时间，等10分钟，让里头空气流通。好了，可以下去了。墓道阴冷黑暗，我没看到有其他打穿下来的盗洞，这墓很可能没被盗过，是新锅。低头穿过墓道，左拐便看到了墓门。我正打算开方墓，老张突然指着门头让我看。兄弟，你快看，那有个洞。什么东西？是不是古代装死人的骨灰盒？你他妈有病吧！墓里别对着别人说死，这个字不吉利。对不起，对不起。老张，你蹲下，我踩你肩膀上去，瞄一眼，看壁龛里有没有什么陪葬品。没问题，来吧。这什么？小犬宝之家墓园什么？墓园塔？好家伙，这玩意就是门灵柩，是冥器，真是晦气！怎么碰上这东西？兄弟，你好了没有？我腿都蹲麻了。呸呸呸！怎么了，兄弟？这可是文物，不是说古代的书画都值钱，你丢了它干什么？浪费呀！你不想倒霉就去捡吧，不拦你。走啊，别看了，发什么呆？安葬墓主人的主墓室，面积30平左右，上方是青砖砌成的宝顶，砖缝之间长了一层干黄的青苔，长过青苔就证明以前墓里进过水。我举着手电慢慢向左移动，最终手电光束定格在了一排棺材上，有5具古代棺材，只有最角落那具棺材看着完好。叫你老婆拿东西。好嘞。走，拿上布袋，准备开棺。你这是干什么？我以前听人讲过，这是摸金校尉的规矩，我们要守规矩呀。有病！啊，就是这个味儿，比女孩子身上的味道还好闻多了。来，老张，撑口袋。我天，这是啥？人大腿？什么他妈的人大腿？这是个瓶子，辽金时期的象腿瓶，也称为鸡腿瓶。我没见过呀，这能值多少钱？别问那么多，在地上铺块布。兄弟，这是什么意思？拿人钱花，你不能手扣着2窟窿眼拿出来，这是素质问题。是个女的，以前死的时候20岁左右，不超过23岁。这你都能看出来？你看她牙齿，这是恒牙，换了恒牙说明她度过了青春期。这一排是第3臼齿，臼齿洁白，
牙冠磨损轻微，如果过了30岁，不管刷不刷牙，这里都会变黄。还有，你看他头骨这里是不是有条缝？哦，是啊，怎么会有条缝？难道是被人砸死的？不是，你也有，咱们都有，这叫矢状缝。从21岁左右开始，到35岁基本就愈合了。他这里能明显看出来是刚刚开始愈合。那兄弟，你能看出来他是怎么死的吗？这我哪知道，干活吧。又按顺序打开棺材，应该是古代4个女的，1个男的，葬在了这里。从摆放位置看，女的应该是从棺，男的是主棺。在女棺中找到4个象腿瓶，1个棺材1个，应该是他们死前右手搂着象腿瓶。此外，还零零碎碎找到一些金银器，主要是2条素面金手镯和6个喝酒用的银质小酒杯，保存这么好，没大火我有些失望。当下把目标放在了最右侧的主棺上，忽然墙角立的蜡烛噗的灭了。兄弟，是不是有看不见的东西？有，就在你身后，4个穿着古装的女的，一脸惨白，正手拉手盯着你看。瞧把你吓的，就这点胆量还敢来摸金，别在那杵着，自己吓自己了。过来，把头拿出来。我操，什么东西砸到我了？这是什么？白水晶？哎呀，疼死了！你看我手都流血了。水晶怎么会长在死人头骨上？不知道是不是骨刺？要是骨刺就太厉害了，几百年后还能把人手扎破。哎呀，你看我手划破了。哎呀，拿开！好家伙，这男的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了，难怪刚才没找到。酒瓶子，古代人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把最喜欢的东西带到棺材里，难道这真是酒？哎呀！哇哦！有什么？没什么，你不是也看到了，就是酒瓶子，可能原先里头装了酒，早挥发了。10来块大银锭，老张并未多疑，继续在棺材泥里来回翻找。毕竟算不上什么大墓，陆陆续续又有了些收获。我们装了2个麻袋，扛着东西爬上了盗洞。老婆，没情况吧？没有，我守了一夜，连个鬼影子都没看到。你们弄完了没有？完了，你看我这一袋子装得满满的，都是古董。别聊了，天马上亮了，来不及把土回填了，土盖一下，然后拿木头板子把盗洞挡住。这里白天不来人吧？放心吧，这时候地里没活，根本没人跑来看。那行，赶紧回填盗洞。老张，你干什么？兄弟，你就当什么都没看到。有人要问，就说我老婆回娘家了。我忍好久了，在梦里好几次想这样干，为了挣钱变成富人，够努力了。喂，他们全家都看不起我。你杀了你老婆，难道不怕事情败露吗？我知道，这里荒山野岭，只要时间久，没人能找到他。就算某天找到了，他也早就烂得认不出来了。你不怕我说出去或者报警？不，你不会，因为我看出来了，你和我一样都是坏人，我们都是犯罪分子，是一类人。我考虑好了，咱们先回去把东西分了，然后今天晚上再来把盗洞土回填，怎么样？怎么分？按件数分，5-5分，1人1半。天刚擦亮，我扛着麻袋和老张往回走，一路上没碰到人。回屋打开灯，将麻袋解开，陪葬品一件件摆床上。4个象腿是辽金时期的，都是全品，我们1人2个，没意见吧？可以。这几件玉器质量一般，刚好也是双数，估计也就卖个18000，1人3件。至于这几件金器，我拿金手镯和金项链，剩下1件你拿，那个罐子我再补给你，怎么样？你说这个破旧罐子？兄弟，我是不懂，但少忽悠我。金手镯该我拿，没有我，你根本找不到这个墓。老张，古墓是你找到的不假，但没有我帮忙，你连门都进不去。做人可不要太贪心了。傻子都知道金子值钱，凭什么我少拿1件？行，懒得跟你扯，金手镯给你，我要罐子。太阳落下，夜幕降临，我把小轩的皮鞘刀插在后腰上，把头交过我，只挖不铁，早晚完蛋。等等我，兄弟，你等等我。老张，你脸上怎么成这副吊样了？没啥大事儿，就是白天回去一直拉肚子，去诊所买了平泻利停，要不我早去叫你了。那你嘴怎么成这种款式了？
医生说是我白天拉肚子太多，有些脱水，不影响的，过几天自己就好了。为了兄弟，我拉一天肚子手软了。你帮我拿开板子，看看我老婆在没在底下。行吧，你脸色确实不好看。老婆，对不起，我现在有点后悔了。你替我生了儿子，帮我洗过衣裳，做过饭，可你为什么看不起我？为什么你们全家人都看不起我？兄弟，你看看我这里，怎么有点痒？这是什么？白癜风还是头皮屑？怎么样？我看不到，是不是有问题？有点痒痒。没问题，应该是一种普通的皮肤病，要不就是你过敏了。你说我好端端的，怎么会得了皮肤病？什么情况？你没事吧？兄弟，我好难受，我好难受，你帮帮我！放开，松手！好啊，我错了，别怪我，你也死，你也死吧！别怪我，你也死，你也死吧！妈的，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会成了这样子？老张声音变了，嗓子声沙哑异常，我额头都是汗，把吃奶力气都用掉，飞快地扔土回填。40分钟后，萝卜地中间的盗洞填平，周围静悄悄，再没了声音。妈的，累死我了！难道老张的反常是因为在墓里被那种白水晶割破手的缘故？那东西有毒。算了，先回去吧。第二天上午，我去了老张住的地方，找到了他藏在床底下的一个包裹，拉开一看，里头都是先前分的东西。经过认真考虑，我把鸡腿平全砸碎扔了，把金手镯和玉器装在了包里。此外，那个罐子我也摔碎了，里头一共装了11块银锭，每块折合30两。要留到现在，一块银锭往少了说，也得卖15万左右了。先给把头打个电话吧。云峰啊，你现在在哪？现在还在村子里，正准备出村去迷药山找你们呢。那好，你出村的时候小心点，我让文斌去山脚下接你。晚上8点多，赶了一天路，我终于在把头所谓的大路上见到了于哥。怎么这么晚？云峰，你昨天就应该到。老张呢？怎么不让他开车送你过来？别提了，他和他老婆回娘家了。我告诉你，于哥，刚才过来的时候，疯子，怎么这么慢？我们就等你了。我不有事耽搁了吗？把头，我来了，坐下说吧。我们东西都还齐全吧？都在这儿呢，一件不少。小轩呢？怎么没看到他人？还没吃饭，3楼有些干草。小轩在楼上生火做饭，事不宜迟，等下吃了饭，我们等一个向导过来，然后今天晚上就进山。我觉得把头有些着急，不过我没多问，转身上了3楼。小轩正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吹火，他脸上都是灰，我上来他都没注意到。小轩，你干啥呢？你吓死我了！云峰，你走路怎么没声啊？你看，火又灭了。谁的盆子这么大？洗脸盆吗？这是？这是豆芽仔的啊。水都还没开呢，凉水硬泡。你懂什么？这样煮出来的面才好吃。别忙活了，过来，哥送你个好东西。什么呀？神神秘秘的。手伸出来。哇哦！好漂亮的金手镯，云峰，你从哪买的？这你有钱都买不到。这是辽代的素纹金手镯，你戴上还挺好看。是吗？不过有点大。没事，好看就行。小轩，生日快乐。怎么了？你怎么哭了？云峰，我以前只是随口说过一次，没想到你还记得。我记性好，当然记得你的生日、小米生日，还有……云峰，我已经2年没过生日了，我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没事没事，只要我记得你生日就行。赵轩轩，面煮好了没有？好了好了，先下去吧，等会儿吃了饭，咱们该赶路了。吃完饭大概晚10点半左右，法头找的向导来了，这人就是木雅人。这人藏名不详，汉名叫福贡，我叫他福叔。把头自称是历史遗迹考古学专家，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是他学生，老夫不知道我们真实身份。晚上山路不好走，大家伙注意脚下，跟着我走，千万别跑。福叔，你知道我们想找的地方在哪儿？王教授说过，你们不是想找那种很高的石头塔吗？对，你知道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但知道大概位置。我们那里老一辈木雅人都知道传说，
说在迷药山最深处有个地方常年有大雾，大雾中有座石塔，石塔高500多米，高度已经碰到了天上的云，塔上有20多扇小门，门里有人向下射箭，凡路过靠近的人都会被天上下来的箭射死。卧槽，500米高，那比埃菲塔还高？假的吧？真要那么高，孙悟空都飞不上去。什么埃菲塔？那是埃菲尔铁塔，在国外可能有400多米高。那福叔具体位置大概在哪？大概走3天到独龙河上流，能看到一大片天然盆地区，下去就是狼谷，那里非常大，不过再往深处就没人去过了。王教授，从现在开始咱们得小心了，尤其睡觉的时候，因为这里不单有猞猁、金猫、兔狲、藏马鸡，还有野驴、野狼。有句话我之前想问还没问，你们来前带喷子了没？喷子？你说的是猎枪吧？我们都没带，只有刀。光有刀怕是不安全，这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别小看它，最少打死过10来只野狼。进山必须得有把这玩意儿防身。走了一天没什么事儿，在树林里我确实看到了好几种见所未见的，比如有个东西头上立着一撮毛，像猫又不是猫，不知道是什么。晚上露营，吃完干粮钻进帐篷睡觉，老福说他守夜，让我们都去休息，正睡得香，忽然我听到外头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老胡，发生什么事了吗？是黑瞎子，听声音离不远，赶快把人都叫起来。怎么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那这黑瞎子该有多大？老福朝空中放了一枪，吩咐我们弄出点动静出来，声音越大越好。豆芽仔立即开始嚎叫瞎唱，我们几个男的也开始跟着老福大喊大叫。轩找了2个烧水用的盆子，他像打铲一样咣咣的拍，搞出来的声音很大。一帮人又唱又叫，各喊各的，伴随小轩卖力的咣咣敲盆声，我们像是支五音不全的杂牌乐队。半小时后，我嗓子都快冒烟了。老福一挥手，我们都停了。黑瞎子最怕人多噪音，应该是被吓跑了。不过保险起见，再加1个人守夜。那让我来吧。2个人围着火堆守夜，因为怕困，我们有一搭没一搭闲聊。到了后半夜3点多，他像小鸡啄米，双手放在膝盖上，头一点一点。这时我悄悄起身，绕过他，向他身后走去。因为好奇，所以我想看看他竹筐里到底都装了什么。喂，别动他。福叔，你没睡啊？我以为你睡了呢。我看你这绳子开了，想帮你系一系。哈哈哈。小伙子，我们每个人都有隐私，我去翻你包，你乐意吗？对不起，福叔，我错了。你记住我的话，再也没有下次。不然，哈哈，看你紧张的，逗你玩呢。我筐里没什么不能看的，就是一些干粮水和应急物品。要不，我现在解开让你看一眼。别，不用了，福叔，我信你。天亮继续赶路，走时一看，就在我们营地200米外靠西方向，地上隐隐约约留下了一排奇怪的脚印，有排球那么大。如果不是老福让我们昨晚发疯似的唱歌狼嚎，现在恐怕凶多吉少了。走到中午，突然我裤兜中的手机响了提示音，是短信。这是怎么回事？这山里不是没信号吗？见鬼了！向云峰，下礼拜3公司要开紧急会议，联系不上你，看到短信留言后请速回电。开紧急会议？这人谁啊？开个毛的公司紧急会议？发错人了吧？但他是怎么知道我叫向云峰的？喂，你是谁？下礼拜3东区、南区、西区要开紧急联动会议。你谁啊你？我开个毛会开？你告诉我你是谁？不愧是到了4级的人，像库丁，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向云峰，谁的电话？把头，木偶会又找我了，还让我下礼拜3去开什么会？怎么回事？他们不是很长时间没找过你了？我不知道啊，自从当了4级库丁，我1次钱都没交过。他们要找，应该早就找来了，难不成还有人傻到帮我交？你们几个在说什么？什么苦丁木偶？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没什么，福叔，我们在开玩笑，赶快走吧。从树林走出来是1点多，在我们休息的地方，远远看到一大片啃过的庄稼地，好像是种着某种东西，还保护起来了。奇怪，进山2天了，走了这么远，从未见有人种过农作物庄稼。种的是什么？这种应该是罂粟花，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鸟不拉屎，人不来。云峰，这是在山里发大财的生意啊！你就在这吹吧你，傻子都知道，这里一望无际，最少几十亩，什么概念？我知道这是什么地方。4年前，雅江县自然保护区、新隆县4微镇保护区，还有远地方的石渠县林草局联手成立了一项治理沙地、培育珍稀植物绿化行动。不用绕远路，走吧。
有人吗？大哥，看你穿着不是藏民吧？我们想灌点水，进山赶远路，方便的话，容我们借宿一晚更好。少管理江，你看你这个馊样，我已经闻到了馊气，是那老大我头晕。你，小妖精，就凭你这点道行，也敢跟老道作对？老道观你面相，你地阁鲜血，欠其命，身受恩，反而成怨恨。无人能把你带，你就是个无生之命。妖怪们，拍电影的李正英知道吧？那是老道我师弟。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怎么走到哪都能碰到精神病？看他这样子，已经很严重了。起开，别拦我！小狐狸精，你来呀！看老道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们是谁？在我这里干什么？这是名40多岁的矮个子中年人，晒得皮肤黝黑，看样子是刚下地回来，布鞋上沾的都是土。老福忙解释了一遍，原来是路过想留宿啊，没问题。东边一排都是空房子，你们随便住，只是脏了点，条件差了点。多谢了，兄弟，你应该是看试验田的吧？听口音不是我们康定本地的。这位是？我不是四川的，我外地的。至于他是马道长，算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以前一直在终南山古井观造册隐修。我们不知情，刚才多有得罪。造册隐修，没想到这疯老头来头这么大。简单点来说，就是这个人有真本事，在隐修圈子出了名了。这位一直是这样，还是？马道长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是有一天练功练的，突然成这样了。练什么功，竟能把人练成这样？气功，8部金刚气功。别看马道长现在这样，他以前可是名很有本事的高道。马道长以前可不是这样，他是有一天练功练的，突然成这样了。练什么功，竟能把人练成这样？气功，8部金刚气功。这晚我们就在小木屋留宿了。帮康定县政府看试验田的这中年人叫郭庆忠，他还告诉我一件怪事，说这个马道长一到每晚的11点半准时打坐，到12点整人会清醒，然后到12点1刻人又疯了。也就是说，他每天能清醒15分钟左右。这种事儿太奇怪了，闻所未闻。还有8部金刚功是什么？于哥，你在少林寺练了14年武，你知道这是什么功吗？云峰，你还记得谢启荣吧？知道啊，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他。我主练外功，不过我好像听人说过，8部金刚功有2种版本，第一种健身用的，第2种才是真家伙。什么意思？能说明白点吗？谢启荣虽然脑子有问题，是处男，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超级高手，1对4直接打趴下了干野几人。要不是最后马王爷出手，没人治得了他。那于哥，你说说，练气功的人都容易疯吗？你错了，云峰，不是容易疯，要想练疯，必须要自己达到很高境界才行。听了于哥说的，我有点发怵，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后来干脆穿好衣服起来，叫上于哥一起出去了。真冷啊！几点了，于哥？11点多了。走，过去看看。好。小心！怎么了，于哥？刚才他睁眼那一刻，我有感觉，这人很强。多强？于哥，比谢启荣呢？不一样，这2人是2种不一样的感觉。门外的2位小友，天气凉了，不如进来一叙。马道长，你现在好了？你知不知道你白天……老道自己的身体，自己当然了解。我走了6遍小周天，方能在这阴阳交际的深夜时分，得到片刻清醒。恬淡虚无，真气从之，这就是我练8部金刚功出天后现在的状态。道长，你冲破任督二脉了。当今世上无人能冲破任督二脉，如果有人做到了，那此人就不是人了，是陆地神仙。像老道一样，修道最后就没有道路了，是条死路。道长，白天那个女孩子，你说的都是真的？你最后说她是无生之命，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不想问问自己的师姐？有高人之前帮我看过，我烂命一条无所谓了，我现在更担心的是小轩。所谓无生之命，即是死劫。白天那个女孩子，老道断言她活不过25岁。什么？怎么可能？小轩无病无灾，怎么可能活不到25岁？道长，求你告诉我一个破劫之法。小轩不但要活过25岁，我还要他长命100岁。你名字里应该有个疯字吧？你也有大劫，阴府耗尽，身负大罪孽。可老道只能帮你解1次劫，是解那个女孩的劫，还是解你自己的劫？你考虑好啊。解他的。那你先出去吧，你留下，
那个女孩子死节中尚存一线生机，老道今日告知于你，4年后你们就知道老道的话是真是假了。别啊，道长，你告诉我啊，你只告诉于哥干什么？如果老道告诉你，那他死节中的一线生机也将不复存在。如果你信老道，便不要偷听。我出来后十分着急，但又不敢去偷听，急得直跺脚。哪曾想到，才等了1分钟，于哥便脸色惊疑地推门出来了。于哥，关于小轩，他说了什么？我也无法理解，他就说了一个字。至于这个字是什么，你别再问我了，云峰，咱们就信一次吧。你进去吧，他说在等你。你名字里应该带一个峰字，全名叫什么？向云峰。把手别我。左手还是右手？老道要看你双手。把衣服脱了，转过去。咦，肉过于骨是阴胜阳，骨弱于肉是阳胜阴，此物不属阴，走不属阳，似乎是某种厌胜之术。道长，你说的什么意思？老道托大了，竟然连老道也无能为力。不对，老道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去把我的木剑拿来。妖孽，就知道晚上会来偷袭，休想害老道！哎呀，你快走，快走！我被刺疼了，赶忙跑了出去，看了下时间，现在正好是夜里12点17分，已经过了1刻钟。老道是疯疯癫癫，他手持木剑，又蹦又跳的追出来，同时口中哈哈大笑，说我是蛤蟆精变的，要把我打回原形。银峰，你怎么了？银峰，快跑吧，这老道士又疯了。小狐狸精，深更半夜你穿成这样子，看来是想吸老道我阳气。臭老头，死老头，你说谁是狐狸精？别拦我，放开！别小轩，别叫他臭道士，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就是咱们的救命恩人。你别逗我了，行不？云峰，这种疯子的话怎么能信？我不叫他疯道士叫什么？你叫声道爷吧。妖精人多势众，此地不宜久留。待老道我去喊师弟过来降妖除魔。别追，你追不上道长。他现在这个状态，跑了没事儿，多久回来？你们刚来不知道，我都习惯了。道长每次一炮就是10天半个月的不回来，说不准啊。那道长他吃什么？瞧你这话说的，大山里会缺吃的。道长不但吃得好，还往回给我带东西呢。上次我正在练功，他把一只死豹子扔在了院里。是豹子还是包子？当然是豹子。难道你见过重200斤的包子？那这么说，你还吃过豹子肉，还练过功，也是8部金刚气功。别跟人乱讲，吃豹子犯法的，味道发酸，不好吃。8部金刚功我练了2天，觉得没意思就没练了。怎么不练了？有副作用？有没有副作用不清楚，反正练功的那半个月，我血压很稳定，一直保持在260，没降下来过。第2天上午，我们离开了试验田这里，郭敬忠帮我们灌满了水，还叮嘱我们：各位，田里还有活忙，我就不送了。你们想住宿的话，欢迎随时过来。对了，你们要是看到道长的话，告诉他一声，让他早点回来。这里就是毒龙河了，水很急，而且河水不能喝，所以之前我才让你们灌满饮用水。福叔，这水看着不脏，怎么不能喝了？就是不能喝，一喝准拉肚子。有人做过研究，说河水里含的大肠杆菌对比正常饮用水超标了足足300多倍。300多倍，那还不一口把人毒死了？怪不得鱼都看不到。福老弟，那里是个什么东西？你说那个啊，那是大磨盘，不知道在这里放多少年了，我小时候就见过。这东西年代很早，山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磨盘？我知道，说不定这磨盘几百年前立在河里，通过水流带着转动它工作。牙仔，你说的怎么可能？这东西目测超过3吨半重了，水流怎么可能带得动？这东西是不是从哪个地方滚下来的？王教授，别研究它了，咱们赶快赶路吧，明天才能到盆地那里，行吧？你们快看，这是不是有字？还真有。把头，要不想个办法把它翻过来。我包里有撬棍。行不通，我们的撬棍太短了。这样，把边缘这一带掏空，然后头钻下去，朝上看。这办法既省力又效率，只一点不好，容易把人压死。很快挖好了坑，我上半身钻进去。秦凤路前什么局随行，中间那个字我实在认不出来。老胡，秦凤路是哪里？康定这里有这个地名吗？不知道，没听说有这么个地方。我知道了，很久之前西夏人经过了这里，丢下了这东西。这东西离路边而近，是因为他当年是从马车上滚下来的。秦凤路前监局随行，换言之，这东西不是农民磨粮食用的磨盘，只是外形像磨盘，
它是文物，应该是量饭石。量饭石？难道是古代人嫌饭太热，把饭到这上头晾凉了再吃？饭不是饭，是钱饭。云峰，你看出什么没有？我猜想，蒙古人灭了西夏以后，李宪带着部分党项人跑来了康定这里。李宪知道，如果成立一个新国家，有自己的货币很重要，所以就带了这一整套铸钱工具。他们当年路过这里，因为这个量饭石太重，突然从马车上滚了下来，一帮人尝试了几次都搬不动。李宪担心蒙古人追来，便丢下了这东西，是不是这样？不错，你说的和我想的一样。除了这样，再没有任何说法能解释得通。福老弟，这个量饭石太重，回头我通知队里人员过来把它拉走。是应该拉到博物馆，丢在这里浪费了。那咱们现在继续赶路。不急，云峰，用探测器试一试，看看这地底下，既然有钱饭，很可能有铜钱掉在土里。手持式金属探测器绕着大磨盘转圈，很快，急促的滴滴声响了。我立即拿来铲子挖土，不多时，从土里挖出来一枚锈迹斑斑的铁钱。这不会都是银钱吧？难道都是宝庆元宝银钱？怎么这么白？是铅钱？怎么这么多铅钱？铅钱就是冥钱，奇怪了，难道当初这里死过人？福老弟，这个大磨盘你们村里人没动过？这太沉了，好几吨重，谁没事干去动它？我估计就这样一动不动，最少放了好几百年了。难道这东西当年真的压死过人？还真有，这连骨头都有。好家伙，不知道这哥们叫什么名。孙悟空也只被压了500年，他竟然被压了700年，太惨了。于哥，你不是会超度吗？我不行啊，地藏经和往生经我都记不全了，超度一只猫都费劲，更别说超度人。离开这里继续上路，我有些好奇问了把头给了老夫多少钱让他来当向导，把头伸出4根手指。晚上我们挨着独龙河露营，在河边升起来火堆，我正吃着干粮，忽然，卧槽，这是不是狗是月亮？不对，是天狗食月。是，这是月全食。什么声音？不好，王教授，赶快跑！把火熄了，都赶快跑！吃人的人来了！不行，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发生了月全食，四周一片黑暗，只有我们生的小火堆照亮了周围。伴随着怪叫声，隐约看到不远处出现一帮黑影，他们高举火把，还有人骑着马，嘴里发出奇怪声响。太晚了，跑不掉了，是夏尔巴人。我懂一些简单的夏尔巴人语言，待会儿你们不要说话。老福咽了口唾沫，上前冲这人鞠了一躬，随后又用我听不懂的奇怪语言，礼貌地尝试和这人交谈。我们麻烦大了，这些人确实是夏尔巴人部落，因为月全食，今晚会在独龙河这里举行某种祭祀。他说我们打扰了他们的祭祀之地，要让我们付出代价。再赶上前一步，死！兄弟们，砍死他！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赵轩轩，福叔，快把你枪给我，快啊！不行，如果我们在这里杀了夏尔巴族的人，绝无可能活着走出迷药山。废话真多。都给我住手！赵轩轩，你太狠了！别动，再敢动一步，我一枪打死你！福叔，你帮我翻译，把原话告诉他。喂，你们这帮人是从哪来的？一个个鸡头白脸的，给我在这刺闹啥啊？这是？如果你们还想活着，赶紧把枪扔了，老子替你们说几句话，这里人都听我的。你不是夏尔巴人？狗屁！老子才不是夏尔巴人，我是这里人人敬仰的帝师，是东北铁岭的张彪，帝师张彪。别用这种眼神看我，除了你们，这里其他人都听不懂汉语。我最后说一次，你要是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把头怎么办？形势不利，就算开枪打死几个，剩下的其他夏尔巴人也会围攻我们。把枪扔了，听着人的。见我扔了枪，帝师张彪马上用夏尔巴语跟杂米王说了几句，对方听得连连点头，不过还是说了几句什么。老胡，他说什么？
他说这个年轻人是名勇士，想要和他来一场公平决斗。要和我决斗？如果我赢了呢？他说，如果你能坚持5分钟，就让你来当杂米王。我才不想当什么杂米王！你告诉他，别说坚持5分钟，如果我把他干趴下了，放我们离开就行了。这能行吗？没什么不敢说的，你就把我原话告诉他。我叫于文斌，来自北少林。深夜时分，毒龙河旁，火把林立，我们被团团围住，只听喊声震天，金属刀具互相碰撞的声音，再加上夏尔巴人整齐划一的口号声，听在心里发慌。于哥，你有没有把握？把握不敢说，但这种没有系统学过武的大个子，一般都有后劲不足的毛病。你别忘了云峰，当时黄天宝也败给了我。对，于哥，你一定能赢，兄弟后半生的幸福交给你了。要是输了，刚才咱们都听老夫说了，夏尔巴人可是会吃人的。滚犊子，你别给于哥这么大压力。记住我的话，待会儿就算能赢也不要赢。你们不会以为赢了就能平安离开吧？杂米王要是输了，夏尔巴族真会吃了你们，他们丢不起这个人。什么？那怎么办？不能赢，输了不是更完蛋？你小声点，你跟我刺挠什么？注意跟帝师说话的态度，叫我彪哥。彪哥，我们既不能赢也不能输，那你说该怎么办？简单，撑着，撑5分钟，我安排的人马上就到，到时你们就知道了。行，我知道了。是你先还是我先？好，你过来呀！よし！他这是什么意思啊？不知道，听不懂，有可能是称赞的意思吧。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吧。对了，时间马上就要到5分钟了，如果你没有在5分钟内把我打趴下，那就请放我们离开。于哥，完了完了，于哥脑袋要给家爆了，怎么办？这下咱们全都死定了。王啊，这就是你自以为是的力量，比起我认识的另一个大个子，差远了。别打了，别打了，王啊，您的妹妹来了。刚打。老胡，这人谁啊？降达是谁？这个带着10几个人突然出现的女的，是首领杂米王的妹妹。降达是夏尔巴语中哥哥的意思。大事不妙了，刚刚被你们捅死的男的是这女的老公，也就是说是首领杂米王的亲妹夫。完了完了，赵轩轩你完蛋了，你杀了人老公，人要找你报仇了。小轩不怕，直接正面迎接这女人注视的目光。而于哥刚才决斗明面上看最后双方各退3步，但我老觉得于哥是故意退的。随着这女人的出现，矛盾又加重了。我们被30多个汉子围着，带回了夏尔巴人的领地，我心里很忐忑，更加担心小轩了。你们摊上事儿了，你们摊上大事儿了。又咋的了？彪哥，我们可是都听你的，包括来这里。另外咱都是老乡，你看能不能？就是老乡，所以我才想救你们。你们不知道，人家正商量着用哪口锅，是蘸盐还是蘸胡椒面，准备把你们都吃了。啊！真是笨，一点规矩都不懂。你给我表示表示啊！哦，我懂了，你要多少钱？钱在这山里钱有个屁用，还不如擦屁股纸好用。你给我整2条烟，我好个月没闻烟味了。另外还有什么好东西都给我留点，咱们东北爷们说话直接，你给我想要的东西，我救你们命。牙仔，我哪有什么烟？上山之前就忘记买了，就这一包。哎呀！还想骗我？我们这一共只有1条半，再多的就真没有了。大前门的味道，好久没体验过这种感觉了。还有什么好东西？火腿饮料或者巧克力什么的，有没有？有一点，我再去包里找找。你有这好东西怎么不早说？云峰，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东西？你在哪买的？你就这一盒，还有没有了？没了，就这一盒。放心吧，老乡，在这深山老林里碰到了，咱们就算有缘。我已经想好了计划，不出意外的话，后天你们就能离开了。后天？明天不行吗？不行，
你这妹子杀了首领妹夫，我必须要对他们做出解释。明天我会做一场仪式，等仪式完了，我会说他是金刚亥母转世，到时配合一下。说小轩是金刚亥母，什么意思？跟你们讲了，你们也不懂，他们都很信这个，照我说的配合就行了。上午8点，我们被人带出去，要参加他们的抓查岗仪式。仪式主持人是张彪，很简单，桌子上摆了一个陶土烧成的黑坛子，从外头看不到坛子里有什么，坛子里都是放的干核桃，数量有好几十个，只有其中一枚核桃在底部做了记号，钻了一个小眼，这个带小眼的核桃就叫茶嘎。能行吗，小轩？放心吧，只要和其他有不一样的地方，我就有信心。普通核桃，你还有2次机会。完了，赵轩轩，你死定了！你不是说你有信心吗？我再试试。怎么又是核桃？奇怪了，我明明在核桃上做了手脚，应该能摸出来的，难道是？肯定是撒迷王的妹妹搞的鬼。你收了我们那么多好处，感情是在玩我们？说好的计划呢？我也不知道啊，是撒米王的妹妹，那东西被她调包了，我也没办法。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福叔说的什么？他们？我听了个大概，他说自己昨晚半夜3点起来夜观天象，看到星光暗淡，荧荧火光，离离乱祸，是有灾星出世，而且这灾星闪烁的位置正冲着部落方位，说明部落里近期会发生祸乱。不愧是诈骗犯，这种情况都还敢去骗。我的王啊，你有所不知，所谓福兮祸所依，祸总是伴随着福而生。我们部落里近10年来，男丁过多，女丁减少，要再这么下去，可就没办法繁衍壮大了。血神眷恋夏尔巴族，特意派了金刚亥母的转世身来到了我们部落，帮助我们夏尔巴人繁衍生息。我的王，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呀！让开，都让开！多吉帕姆、马尔巴、金刚亥母显法身。虽然头发还有点湿，但此刻的小轩，尤其是他的侧脸，弧线完美，显得圣洁、神圣、高贵，不容半点轻看。所有的夏尔巴族男人，包括我在内，都看呆了。张彪更夸张，他扑通给小轩跪下，双手高举过头顶，五体投地，顶礼膜拜。小轩，小轩，你怎么了？中午时分，整个夏尔巴部落炸了锅，金刚亥母显法身，这还了得！我还是低估了鬼神之力对这种半原始部落的影响。昨天关我们的木屋，中午时分，里里外外围的全是人，但他们不敢进来，都离得远远的，因为张彪吩咐过，对他们说金刚亥母需要清净。老师傅，你这办法太好了，可比我的厉害多了。我原本想用干葡萄皮加淀粉水化，但效果肯定远不如你这个好。张老弟言重，不过就是些过去江湖卖艺人的小把戏而已。朱砂配明矾，小苏打水，只要稍微预先收下人，再接触到清水，就能完全显现出来。彪哥，刚才怎么回事？那核桃你不是昨天晚上做好了记号，怎么会出意外？是撒米王他妹妹的老公干的。什么？彪哥，你别吓我！昨天前半夜，她老公昨天让赵轩轩捅死了，怎么后半夜又跑去做了罐子手脚，诈尸了？不是死了那个，昨晚死了那个是老二，还有老大和老三。撒米王妹妹嫁给了他们3兄弟，3兄弟共同拥有一个老婆。你们不懂，这种情况在夏尔巴人这里很常见。如果他们3兄弟全死了，撒米王妹妹还会接着嫁给他们3兄弟的表兄弟。如果他们的表兄弟也死了，还会接着嫁给表兄弟的叔叔伯伯之类的人。只要身体好，年龄不是问题。这可是21世纪，竟然还有这种规矩。那动手脚的人是老大还是老三？应该是老三，其他人都不会出去外界。小瘪犊子，看我以后弄不死他。不过我最担心的还不是他。妹子，你刚才没注意到吧？注意什么？眼神啊！刚才你额头上不是出了红莲花吗？我刚好有看到。撒米王妹妹看她的眼神变了，是恨我吗？不是恨，我看到是像爱啊。据我所知道的，撒米王妹妹不光喜欢男人，同时也喜欢女人，她是男女通吃那样似的。真的假的？感觉好恶心啊！你先别慌，妹子，你长得这么好看，要不是我早成家了。说实话，我都可能心动，主动去追你了。我们一下子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宾。下午2点半，准时开始分发灵水，就是一个大脸盆装满了清水。小轩拿着勺子舀到别人碗里。都别抢，大家都别抢，都会有的。兄弟，真的吗？和我们平常喝的不一样，灵水甜甜的。不甜才怪，1袋子糖全倒了进去，能不甜吗？是炸米王的妹妹，她要干什么？啊！你干什么？快放开我！注意你的态度，她是金刚亥母转世，赶紧退下。这女的好可怕啊！云峰，你看我手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傍晚发完了灵水，我看到几对男女手拉着手去了树林里。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豆芽仔急得抓耳挠腮，还让我跟他一块去看看。没事的，你们马上就要离开了，认识就算缘分。走，哥带你们去领略一下夏尔巴族的风土人情。看到人家了怎么办？说不定会挨打。放心吧，你们什么都看不到。什么意思？去了你就知道了。什么玩意？小房子，害我空欢喜一场，这下又没得看了。怎么样，兄弟，我没骗你们吧？是不是什么都看不到？夏尔巴族有试婚的习俗，这些小屋就叫试婚小屋。如果他们族里男女互相看对眼儿了，会跟双方父母说一声，然后从家里搬出来，到试婚小屋中生活。他们所有人都是先有了孩子，再进行下一步的。试婚一般最短3年，最长10年。几年后，若是互相还爱着对方，那时候才会真正结婚。那要是最后没在一起了，孩子怎么办？问得好，所以我昨天才会跟你要那东西。要是有了孩子，一般都是男方支付给女方一大笔抚养费。抚养费？不是说部落里不用钱？我说的抚养费不是指流通钱，可以是几十斤盐、几十斤糖等，或者有的人干脆会给几斤雪巴猪。雪巴猪是那种红珠子？这里人会做雪巴猪？当然会做，就是这东西。彪哥，你会做雪巴猪？我哪里会？族里有几个老人会。怎么？你们想看看怎么做的？雪巴猪价格不菲，要是能带点回去，说不定也能发一笔小财。彪哥，能不能帮我弄一点？这个恐怕有点难，我是部落地师，那几个会做雪巴猪的老头都防着我，更别说你这个外人了。你看这样，等我们走了，过段时间再回来看你，到时我多给你带点好东西。行，那东西记得给我多带点。你要多少？最起码也得10箱吧。我操！你放心，老哥给你安排，我保证你在走之前能看到他们是怎么做雪巴猪的。晚9点左右，族里开始举行树葬，这是我第一次亲眼完整目睹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树葬。那具男尸在家里。9点半，杂米王妹妹把尸体背了出来。彪哥，这篮子里装的是什么？夏尔巴族几代人死后都葬在了这里，这树枝上每一个竹篮子里都放着一具男尸。都是男尸？那女人和小孩子死了呢？不葬在这里？女人和孩子死了也葬在这里。你注意看那几棵大树，有没有发现什么？难道是葬在了树干里？对，他们会先选足够粗的树，然后在树上掏洞，将尸体放进洞里后用树皮遮盖，最后再用绳子绑上。那底下那些木桶是做什么的？那个叫鬼桶，是用来接尸骨的。对好位置，只要树上有骨头掉下来，就会掉进桶里。一个人的尸骨一旦开始从树上落下，那就说明这个人的灵魂已经升天了。疯子，你怕了？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件事儿，以前出海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腌咸鱼，撒点盐巴，海风一吹，风干的老厉害了。有点不对劲，他们部落为什么会有这种习俗？彪哥，你老实告诉我，他们这样做是不是为了收集尸蜡？这你就别问了，兄弟，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祭祀活动而已。不知道为什么，张彪眼神有些闪躲，明显还有事瞒着我，但我也没多问。就这时候，一种不明液体从上方的篮子里不偏不倚地掉进了豆芽仔的嘴中。卧槽，什么东西掉我嘴里了？好像是水。你觉得什么味道？有点像股六神花露水的味儿。不好，你他妈的喝了尸蜡了！什么？你太不小心了，这东西会要人命的，赶紧吐出来。彪哥，你别吓唬我，快说说怎么一回事？这里的尸蜡不一样，这里的人在死后第4天，全身会被刷上一种酸性的草药水，这种草药水可以帮尸蜡快速形成，含有剧毒。那现在怎么办？回去多喝点水吧，能喝多少喝多少，喝水帮助排毒。急匆匆跑回去，一进门，豆芽仔直接抱着水壶，咕咚咕咚大口喝水，很快喝完了1水壶，他又找出来2瓶矿泉水，拧开接着灌。疯子啊，我真就是喝了一滴。彪哥说那玩意比百草枯还毒，现在我感觉这里疼得慌。万一我要有个3长2短，你就把我卡拿走吧，卡里一共有547万9块6毛2，密码是774168。你啥事儿没有，喝了1滴而已，你怕个毛？再说了，也不一定喝的就是那东西啊。疯子，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妈不是早死了吗？我爸虽然组建了新家庭后早不爱我了，但他毕竟把我生下来了，就给他留100万，让他养老用。我老舅的船不是自己的，他早就想买一艘属于自己的大船，给他300万。还有，我老家在舟山高亭镇，那里有个高亭中心小学，你找一个叫齐德清的老师，齐老师养着11个孤儿学生，你给他20万，找个地方随便把我埋了就行，别给我烧纸，那是浪费，千万别乱花1分钱。至于剩下的，疯子你们都分了吧。你赶紧上床睡觉吧，明天咱们就去盆地了，别在这瞎想。卧槽，吐这么厉害，怎么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怎么了，云芬？发生什么事了？豆芽仔，能不能听到我说话？神志清醒就还好，有的少数民族部落里的东西邪得很。赵爷以前跟我讲过，去了苗寨别喝白粥，老人递卷烟不要抽。说到底还是我们不了解他们，再这么拖下去不是个办法。云峰，你去把张彪叫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除了杂米王，
张彪住的木屋最大最好认，我打着手电赶过去，到了门口，听见屋里传来啪啪的响。彪哥，彪哥，你睡了没？干啥啊，兄弟？我都睡了。彪哥，你赶紧跟我走。豆芽仔回来后老是吐，刚才又说胸口疼了。他回去没喝水？喝了。你那兄弟运气真是有点背。这么说，你来是叫我过去治他？是啊，我又不是族里医生，你找我有毛用啊？赶紧去找部落里的巫医吧。讨厌！什么巫医？这人在哪儿？这样，你先回去等我，我马上好。彪哥，你快点，人命关天！你别催，我知道了。凌晨3点多，商彪领来个老太婆，称呼她为老错母。这老太婆扒开豆芽仔眼皮看了看，又撩开被子，仔仔细细看了豆芽仔的脚趾甲。怎么样？什么情况？他说胸口疼就是中毒的早期反应，但就喝了一滴，应该没啥大事儿，只要别喝水就行。什么玩意儿？别喝水？你是不是听错了？没错，人无医就是这么说的，短期内别喝水。张彪，你个王八蛋！上次部落里有个人碰到了尸蜡，我记得是多喝水能好，真对不住你兄弟，真是我记差了。不过你放心，我尽我最大能力帮你。我问你，你们所谓的树葬不是夏尔巴人的本意吧？现在这里就我们2个人，你必须说出来尸蜡的秘密，不说也得说。兄弟，你问这个干什么？你也看到了，巫医正在给治啊。少废话，快说。死就死了，不过兄弟，这个秘密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再外传出去了。要是那样，包括我和首领在内，有相当一部分人要遭殃。你说，树林那边远离部落，一方面是为了安全，另一方面那边是个风水之地，你可知道？我知道，刚看第一眼就知道了。兄弟啊，我大概猜出来你们是做什么的了。不过你别担心，咱们都是混江湖吃饭的，你们干什么都跟我没关系。3年前，有个男的来了我们部落，他让我们在松林收集尸蜡，这个催尸蜡快速成型的配方也是他给的。你的意思是说，有个人让你们用自己部落人的尸体刷上他给的配方药水做尸蜡，杂米王会同意？你们都同意了？我们必须同意。如果我们不同意，部落里的人会相继死亡。那个人太可怕了。我们收集好的尸蜡，每隔4个月都会派人给他送过去。这人叫什么？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也住在这附近？叫什么不知道，我只知道他40岁左右，好像有个外号叫7月爬，就住在独龙河上游的死亡盆地。每次去送尸蜡，都是杂米王妹妹带2个人提着桶去的。我只去过1次。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个人长相？是的，我看到过他脸1次。每次去送尸蜡，都是杂米王妹妹带2个人提着桶去的。我只去过1次。也就是说，你见过这个人长相？是，我看到过他脸1次。这样，你跟我回去，我小老婆画画很好，我让她把这人的长相给你画出来。老婆，我回来了。好家伙，原来他采用的是翻牌的方式来决定今晚找哪个老婆的，难怪他一直不愿意离开部落，感情这生活就像皇帝一样。彪哥，这人谁啊？她是我的小老婆，不会说汉语，但因为和我在一起2、3年了，能听懂一些。老幺，我的笔记本放哪了？怎么找不到了？你去帮我找找。羡慕吧，兄弟。总算是找到了，老幺最棒了。2人当着我的面交谈了几句，当听到彪哥要画那个男人，他小老婆脸色瞬间变得极其难看，他愤怒地说了几句，起身便向外跑。我的话你都不听了，我打你信不信？老幺别生气，我最喜欢你了，疼你都来不及，怎么舍得打你呢？兄弟，你先出去等2分钟行不？我做他工作。哦，好。什么情况？该不会是打起来了吧？为什么他们都这么害怕7月爬？彪哥，你的脸没什么，兄弟，有些情况你不知道，我这次帮你冒了很大风险。这个7月爬，我感觉到他不是人。什么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以前部落里有几个年轻人不服气，说要收拾他，结果后来几天，那几个夏尔巴小伙子要么淹死在了河里，要么睡死在了木屋里。当时我亲眼看到尸体抬出来的，他们眼睛瞪得很大，像是死前见了鬼，还有他们身上又留了一个记号。你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图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问过那些老一辈的夏尔巴人，他们说这是党项人的象征，守护和诅咒。守护什么东西？我哪知道？不对，鼻子不是这样子的，应该更挺一些。下巴也不对，下巴有胡子，应该是那种摸起来会扎手、很硬很短的胡子。他小老婆将画纸揉成一团，又重新铺开一张白纸，继续画，再次画好一张。彪哥砰的一拍桌子，
激动说：“对，就是这样，兄弟这次对了，就是这个人。没有眼睛，这看着也不像是个人啊。不会错，这次的最像，眼睛是一个人心灵的窗户，他那种眼神我忘不了。笔给我，我来画眼睛。看吧，兄弟。你画的是个啥？眼睛怎么这么小？老妖，还是你来画的了。我他妈这画的什么玩意？彪哥，有人来了！不要管，赶快画完。张彪额头上出了汗，无视了拍门声，伴随着拍门声越来越大，他小老婆拿笔的手不停抖动，无意中碰到了蜡烛旁放的半碗油茶，油茶洒了，这画像的半张脸瞬间被搞花了。看来情况不太好啊，先溜吧，彪哥一定有办法的。云峰，这是个人，虽然不清楚，但我能肯定，我没见过这个人。我也没见过。豆芽仔现在情况怎么样了？吃了巫医给的药，情况好了些，胸口没那么疼了，不过还是恶心呕吐，看情况吧。吐过实在不行，就送牙仔去康定医院看看吧。不幸中的万幸，豆芽仔吃了巫西给的药，一直挨到天亮，终于不再吐了。他盖着被子躺在床上，脸色发白，整个人就像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让豆芽仔安心养伤，以不变应万变，真出了事儿，我替他扛着。对了，张彪他应该没事吧？没事，我这不是来了吗？云峰都已经跟我说清楚了，情况怎么样？杂米王他们没为难你吧？能怎么样？我在这里还能怎么样？有的人你能忽悠住他第一次，就能忽悠住他第二次。放心吧，心放到肚子里，安心在这住着，啥事儿没有啊。你那个兄弟情况怎么样了？还行，比昨晚好点了。早上喝了2大碗粥，没吐。先出来吧，我有事跟你说。所以你们打算在这里多留1-2天？我想好了，我们目标一致，敌人都是7月爬，我都出卖他了，那这次就得豁出去，说什么都得把他弄死。我吩咐快点收集尸蜡，我们能见到他的唯一机会就是去送尸蜡。有枪没有？有，怎么了？你跟我们一块去。7月爬会检查送去的尸蜡质量，那是个机会，到时候你就突然开枪，不要犹豫，一枪把他打死。如果弄死了7月爬，我的地位在部落里就会更上一层楼，到时候我说1就是1，说2就是2，谁也不敢不听我的话，我他妈娶20个老婆。你就偷着乐吧你能说服首领，他们能同意带着我们一起去。我说过，能忽悠1次就能忽悠第2次，放心吧，包在我身上。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哇哦！看什么呢？好美，好美的女孩，像仙女。哎呀！傻了，眼睛掉地上了。你看你嘴角都流口水了。哪有口水？彪哥，你别瞎说啊！刚才过去那是谁？说实话，真漂亮，好看就对了。夏尔巴族有古羌的血统，盛产最纯正的西域美人。你想想，过去多少皇帝都被西域美女迷得神魂颠倒。你看上她了，我去给你问问。算了吧，我们还有正事要办，没工夫搞这些。行，我知道了。第2天，豆芽仔能下地了，一顿能吃4个馍。他说：“哈哈，哥没事了，死不了了。”那你之前说的话还算不算数？什么话？我说什么了？774168。你小声点啊，疯子！万一让别人听到了怎么办？我想好了，出去的第一件事就是改密码。你是怎么存了那么多的？明明你入行比我晚，却比我多了200多万，你不是背着我和把头走私活了吧？疯子，你别瞎说，我可没走私活，咱们盗墓搞来的那些钱，我1分都没敢花，那都是我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往后2天，我一直拿着根木棍在部落里转圈，我在寻觅那个穿白衣服的夏尔巴族女孩，可是这2天一直没再见到她。难道是一直都在家里没出门？要是能再见到她就好了，能做个朋友也行。可惜啊，看不到了。想什么呢，兄弟？该出发了。我已经说服了首领，他同意带着你们一起去。不过你要小心，不要随便乱跑，到时候一切的听我们的。见到7月爬，按照之前的计划行动就行了。行，没问题。第4天，我们离开了部落，顺着独龙河向上游走，开始前往人迹罕至的死亡盆地。一同跟随我们离开的还有彪哥和首领妹妹，身旁还跟着几个护卫。杂米王妹妹带了把奇怪的武器，这东西叫羊角鼎。此外，她还随身带了个铁笼子，笼子里关着一只我不认识的白头小鸟。我有些好奇，彪哥，带武器可以理解，为什么带只鸟？兄弟，你有所不知，反正我们的目的地应该是一个地方，到那儿你就知道了。大家都小心些，别滑下去了。7年前我来过这里1次，当时没敢下去，
这底下有个地区叫迷魂寒，前些年有3波野生动物科考队下去过，他们一共失踪了11个人。最后搞研究，有人猜测得出个结论，说这个盆地是几亿年前天上掉下来一块巨大的陨石硬砸出来的。狗屁呀！哪儿来的陨石？这底下原先就是个湖，湖水干了成了盆地，底下的大雾是瘴气的一种，形成原因是动植物腐烂。等下有口罩就戴上，没有就算了，反正我上次下去就没戴。那能行吗？你们不在山里住不知道，这种像白雾一样的瘴气毒性最小，基本没啥事儿。只有那种无形瘴气和有颜色的瘴气才厉害，那个叫黄毛瘴和红毛瘴，一眼就能认出来。快走吧，记得跟上，别掉队了。下去后就像张彪说的，我闻了那些白雾确实没什么事儿，头不晕眼不花。杂米王妹妹将笼子里白头鸟放出来，这只白头鸟没飞，反而是一蹦一跳的蹦着进了树林。老夫说的对，这个地方叫迷魂寒，人不敢来是因为里头认不清方向，容易迷路。这只鸟是3年前7月爬给首领的，跟着鸟走不会迷路，你们几个可得跟紧了。奇怪了，我的表怎么回事？表坏了。小轩，你们的呢？都一样，没动静了。那就可以肯定了，这个地方的磁场一定有问题。停，先别走了。有个奇怪的声音，你们听到了没？没有啊，疯子，哪儿有什么声音？于哥，你听到了？没有。不对，一定有，就在这附近。你们先别说话。是啄木鸟的声音。不对，不是啄木鸟。疯子，你在干什么？听起来像是手指甲挠树皮的声音。云峰，怎么了？那个方向听起来好像有人在挠树皮。挠树皮？那里是吧？我过去看一眼。别去，彪哥，于哥就是过去看一眼，没什么的。我说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别过去。注意你说话态度，我们是朋友，可以合作，也可以不合作，不要命令我们做事。雅呵，美女，有话好好说，别动手，我们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对不住，刚才我说话语气严重了吧，兄弟，我也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这可是在深山老林里，可能碰上豺狼虎豹啥的，还是不要乱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这女的为什么这么警惕？不对，张彪和他一定有事儿隐瞒了我们。好，我知道了。走了10分钟，我突然发现，在好几棵树的树皮上留下了抓挠过的痕迹，手指印清晰可见，很多树的树皮都没了。把头，你快看那树！我就说刚才听到了挠树皮的声音，原来真的有人在挠树皮。哎呀，你怎么这么恶心？你放屁就不能躲远一点儿？对不起，不好意思，实在旦夕不由人，没忍住，我上趟厕所。别走远，你就在树后头方便，我们等你几分钟。疯子，我没拿纸，你给我送点纸。你怎么不穿裤头？穿那玩意干啥？不舒服，这多凉快。你这起码有35公分了，不穿裤头怎么行？怎么走路？用绳子啊，多方便。疯子，快看你头顶！都看到了吧？刚才树上有个野人，那肯定是野人。这里又不是神农架，怎么你们这山里还有野人？不是野人，哪有野人会穿着球鞋？应该就是个人。这没想到能跑这么快。云峰，你是看到什么了？没有，没看见什么。可能就像豆芽仔说的，是生活在山里的野人。咱们赶快走，离开这里。疯子，你要是看到什么了就说出来，反正我是没看到。继续向前走，30分钟后出了树林，视野陡然开阔。从我们这里看，西南方向200米处出现一堵巨大的土墙，而在土墙旁立着一栋3层石头楼，石头楼还有木门。快步走过去，距离近了再看，我感到非常震惊。奇怪啊，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怎么还有墙？还有房子？谁在这儿建的？云峰，方向对了，我们很接近了。这堵墙用的是夯土技术，这种技术发源于大西北地区，和我当时在阿拉善黑水城见过的夯土墙一模一样，不会错的。这是几百年前党项人建造的夯土墙，距今天最少有700年了。那这栋石楼呢？一样，这栋石楼和这堵夯土墙是同一日期的产物，
也不知道当年到底有多少党项人逃到了这里。大家伙注意一下，天快黑了，山里昼夜温差极大，我看这石楼能挡下风，晚上就在楼里睡吧。不行，不能在这里住。你看你胆子怎么这么小？就算刚才那是个野人，我们10几个大男人，有刀又有枪，大不了留2人守夜就行了。我去年在部落还见过一个被狼喂大的孩子，也是在山里发现的，真没什么好怕的。说完，张彪挥了挥手，一名夏尔巴族汉子走过去，一脚踹石楼的破门。部落的人先后进去，于哥也要进去。我立即拉住了于哥。云峰，我知道你意思，可现在天还没黑，都走到了这里，你难道不想看看楼里有什么？万一要有什么很值钱的文物怎么办？哦，牙仔，回来。走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我还以为这栋楼里都是破砖烂瓦，没想到这么整洁，一点灰尘都没有，好像是有人住过。那个野人是不是住在这里？那咱们不是占了人家房子吗？什么怪味这是？好像是从2楼传下来的味道。从1楼通往2楼竟然没有楼梯，只有个很窄的木梯子，一次只能上1个人。我们先后上到2楼，一看吓了一跳。2楼地上有个泥糊的火台，火台上有口很破的铝锅，锅里全部煮的都是树皮，煮出来的汤水是乳白色的，像浆糊，满满一锅。难道有人吃这东西？吃树皮？这玩意好吃吗？别动，你不想活了，这不能吃，这是沙猴树的树皮，有剧毒。把头，你看什么？我眼神不太好。云峰，你看看墙上那是不是壁画？好像还真是，是一个人，地中海耳朵两侧部位留有一圈小辫子，是西夏人。还有个3楼，看样子快塌了。把头，咱们走吧，晚上去别的地方扎营，别住这里。你看你，现在7点多，外头天都黑了，你们现在扎营肯定来不及。这里晚上有狼、蛇，说不定还有熊，咱们人多力量大，晚上休息聚在一起就没事儿，分开了反倒危险。你们仔细想想，我说的对不对？张老弟这话不假，在这深山老林里，还是待在一起比较好，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那就这样，晚上我们睡1楼，你们睡2楼，我们人多，守夜的活交给我们了。唉，行吧行吧。云峰，你白天是不是看到那人长什么样了？你真想知道？我怕我说了你不信。你说吧，我信。那个人不知道是男的女的，脸都烂完了，没有鼻子，没有眼睛，脸上都是流脓水的大包，还有蛆从他眼眶里往下爬。哎呀，你太坏了，你故意吓唬我是不是？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信。我感觉那就不是个人，可能是个软粽子。知不知道什么叫软粽子？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以前啊，不听，我不听，我要睡觉。完了，我想解个手，怎么办？小的，别出去了，你就在这里尿一下算了，我又不看。那怎么能行？你们都是男的，我是女的，不行，你陪我出去。行吧，走吧。你们去哪儿？没事，把头，我陪小轩去解个手，很快回来，你赶快睡吧。你们去哪？没事，把头，我陪小轩去解个手，一会儿就回来。你别照我行不行？转过去。小轩，你快点。别催了，马上。那是什么？是白天那个怪物。糟糕，他进10楼了，得赶紧回去通知其他人。别睡了，都别睡了，赶紧起来！那东西从楼顶下来了。我说兄弟啊，你这一惊一乍干啥呢？别闹了。哎呀，有情况都赶快起来。怎么了，云峰？是啊，疯子，怎么了？牙仔，你上去看一眼，上头有个好东西。哦，好东西是有值钱古董。没梯子上不去啊。于哥，你个儿高，我踩你肩膀上去行不行？来吧。怎么样，牙仔，看到什么没有？没有啊，哪有什么古董？鬼呀！你看到了什么？反应这么大，差点摔下楼。鬼，房顶上有鬼，我看见鬼了。发生什么事了？动静这么大，你们在干什么？3楼有东西。兄弟，你是眼花了吧？你肯定是看到了什么像人的物件，吓着了。要不你上去看一眼。
快看，那里有头发！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阁下是人是鬼？鬼，哈哈，好久没有见到活人了，我也忘记我到底是人还是鬼了。要不你看看。啊，我这个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很恶心？你是研究队的人？你认的牌子，你怎么会认识我们？你是谁？叫什么？我叫王显生，和你一样是搞研究的。我没有任何恶意，只是想和你谈谈。你在这里多少年了？多少年我也快忘记了。我们应该是1966年来到这里的，我们是首次进入这里的一批考古队。你他妈刚才吓死人了！白天树林里的野人就是你吧？差点一枪打死你！你藏在这里干什么？你打死我就好了，我要是死了，就不用再受罪了。我们能聊一聊你的经历吗？可以，我很久没和人说过话，有些事也想告诉你们，不过我得先上药。很奇怪吧？为什么我会上这种药？年轻人，你要是不介意，过来帮我擦一擦。去吧，云峰，小心些。大哥，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树皮水擦身子？这树皮有毒，你这是感染化脓了，最好去医院打个抗生素。我必须每天用这种树皮擦身子，如果一旦停下来，我就会非常难受。请问现在是哪一年？2005年。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呀，已经过去39年。你说你们搞研究的，可是研究西夏？是。研究什么？研究西夏亡国后党项人的去向，研究夏末地理县最后逃亡到了哪里。哈哈，那你们来对地方了。我叫马军良，都死了，他们都死了，就剩我一个人了。你认识七月爬？认识，那个人化成灰我都认识。当年就是他诅咒了我们的研究队，他诅咒我们皮肤溃烂，脸上生脓疮，日日夜夜遭受苦难折磨，永远不能自杀。我们这波人是最早一批研究西夏学的学生，我们查遍史料，根据大量推断得出结论，最后我们来到了木雅，希望能解开历史谜团。我们做到了，我们解开了历史的谜团。这里曾有过一个国家叫西乌尔国，成百上千的残余党项人聚集在此，李宪也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行宫，自称西吴王。这就是证据。真是了不起的东西，云峰，这的确是铁证。这东西一旦传出去，国内3代人读过的历史书恐怕都要重写了。但我们不后悔，我们这批考古队员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吃一起住，就算现在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被人接受，但我相信终于一天会有很多年轻人知道我们的名字。关于七月爬，我知道的比你们更多。康定这里有个东西叫爬神，你们知不知道？知道，我见村民做过请爬神的仪式。爬神就是蛇神，所以说七月爬代表的就是党项蛇神。爬神就是蛇神，所以说七月爬代表的就是党项蛇神，他们是党项古羌分支。你们也可以理解成七月爬就是古羌蛇神的祭祀者。我还记得老师说过，古羌的诅咒分2种，一种是来自精神上的诅咒，一种是来自身体上的诅咒。我们中的就是身体上的诅咒，所以我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云峰，我觉得这人精神可能不正常了。老师傅，你请过目。你从哪里找到的这东西？在黑水城的地宫中，一具叫米之音女干尸的肚子里。当时这幅羊皮图藏在一座小型阿育王塔中。马先生，当年你们有没有找到石塔？找到了，但是无法靠近。为什么？时间太久，我忘记了。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这没铁钱送给你。但我求你们一件事儿，请讲。我不能自杀，求求你们杀了我，让我早点解脱离开。没问题，稍后我可以让你没有痛苦的离开。天快亮了。最后告诉你们一件事，七月爬它是通过一面镜子下的诅咒。如果你们无意中捡到了一枚镜子，千万不要自己照镜子，要不然今天的我就是你们的下场。我身上也有七月爬的诅咒，以前是捡到过一面镜子，是在南平的时候，我晚上还对着镜子照了。难道诅咒我的是那面镜子？不行，我得问一问老师傅。你干什么？你疯了？谁让你开枪的？我们刚才不是答应他了吗？帮他早一点解脱，
这是他自己说的。我问你，那面镜子长什么样？云峰，你神经太敏感了，别老自己吓自己，那就是一张普通的老镜子而已，没事的。我们连夜将马研究员埋在了10楼后的空地上。这天天空下去了大雨，所以我们只能躲在石头楼里休息。那人死后，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包裹、一个铝制水壶，还有个发黄的日记本。突然，把头从日记夹页中翻出来一张寸长的老照片。咦，云峰，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是我们的向导老福？好像是，但这照片上的人太过年轻，不能确定，应该不是吧？这山里的雨就是这样，说下就下了。二位在研究什么呢？没什么。福老弟，你看这场雨什么时候能停？哈哈，我看够呛，咱们只能在10楼这里待着躲雨了。早上吃完干粮，因为太无聊，所以在1楼陪他们一起玩起了扑克牌。我玩3把输3把，一直玩到了中午。山里的小雨还没停，就这时，豆芽仔突然慌慌张张跑进来，大喊：“不好了，大事不好了！那人的坟被刨开了，尸体不见了！”什么？怎么回事？快去看看！这他妈谁干的？不知道啊，你们都在1楼玩，我们几个都在2楼，都没人出来，根本没听到一点动静啊。没错，早上回来，我们几个都在2楼，根本没出去过。云峰，这点我可以作证。首领妹妹呢？哦，你说她去外头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别管了，来，咱们再玩一把。玩个屁！她肯定是往那边去了。下这么大雨，你要去哪儿，兄弟？我看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顺着地上的脚印和拖行的痕迹，我一路跟进了树林深处。随着距离拉近，我看清楚了，杂米王妹妹左手持着羊角鼎，右手提着一颗人头，正是刚埋不久的马研究员。你做什么？为什么要把人头砍下来？别动手，误会，都是误会，兄弟，都是误会啊！你听我们解释。好，你说，要是说服不了我，今天我们就分道扬镳，你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过我们的独木桥。兄弟，我们谁还没点秘密呀？你敢说你们没有秘密瞒着我们吗？我张彪敢对天发誓，我绝对不会害你们。你说的没错，我们是有秘密。如果兄弟你非得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但是怕你一旦知道了，会半途而废，打退堂鼓，会害怕。我向云峰要是怕，几年前就不入这行了。我他妈在派出所门口都盗过墓，我怕什么？别激动，我其实早就猜到了，你们是土夫子，但有些事儿不是说人胆子大就不怕了。2年前，我们部落有一个人从迷药山回来，是被一匹马拖回来的，肠子被拖得满山都是，心脏脾胃都没了，但人还活着，部落里的人都吓坏了。我们和他说话，他骑在马上还有反应，无疑说这是受到了王者的诅咒，只有把头砍下来才能阻止。虽然表面上我们确实害怕七月爬，但其实早就对他恨之入骨，而那个人就是首领妹妹的之前的老公。难怪他有这么过激的反应。照你这么说，把人的头砍下来就没事了。应该是。他说什么？他说你不是个男人，更不像威猛的勇士。这一天，我们已经到了张彪安排的伏击地，因为已经到了和七月爬约定的碰面地点，到那儿我们先藏了起来。他说：“兄弟，你们就在这躲着，等他一露头，我们前后包夹，打他的措手不及。”我们前后包夹，打他的措手不及。那他要是知道我们埋伏呢？不会。据我所知，七月爬住在离这附近不远的某个山洞里，他一直深居简出，极少出来。前几个月我们来送过一次尸蜡，就是在这附近和他碰的头。那你们怎么联系？简单，白头鸟，把鸟放飞，鸟会找到他，把他带过来。老胡，等会儿就靠你了。我干了一辈子向导，可从来没有乱杀过人，我只是帮你们带路的，这可和咱们说的不一样。我这辈子没害过人啊。福叔，我知道你意思，给你加5000块钱，把猎枪借给我就行。那这没问题。我们在这一直等到了晚上，从远处走过来一个身形消瘦的年轻人，他一身黑衣，打着手电，手里提着个鸟笼子，笼子里关着白头鸟，看年纪大概也就20出头的样子。我和于哥顿时疑惑，这是谁？这好像不是七月爬吧？张彪，你们这次怎么来的这么早？这才刚2个月，尸蜡呢？我们想亲手交给七月爬国师，他怎么没过来？废话，这次你们突然提前了2个月，国师怎么会知道？他现在不在山里，你交给我就行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你问题怎么这么多？我哪知道国师什么时候回来？这不是首领妹妹吗？你也来了，我一个人在这山里寂寞得很，你今天晚上留下来陪我，让我泄泄火。该死，动手！国师说的没错，你们部落早就想反了。久闻夏尔巴人勇猛异常，今天我就把你们全杀了。这女的，我临神完定了。嘿，
人多有什么用？动作一个个慢的像蜗牛，你们夏尔巴人难道就这点能耐吗？你他妈的有种别跑！不用打了，云峰，速度太快，你打不到他的。于哥，你看这人武功怎么样？这个人很奇怪，他出手干净高效，躲避的步伐也是，看不出来门派的套路，完全是散打的底子。没想到七月爬不在，会是他来取尸了。这人是谁？他是七月爬的护法，我见过一次。现在我们已经暴露了，再想找到七月爬就没那么容易了。都怪那女人，要是能忍住不动手，我们或许不会这么早暴露。现在说这些没用，他就是那样的人。现在我们得马上赶回部落。怎么突然要走了？如果刚才打死姓林的还好，关键是他没死。接下来七月爬可能会向部落展开报复。我几个老婆都在部落里，我不回去护着他们怎么行？另外，如果情况严重了，我还打算带着他们跑路。就这样，后会有期，兄弟，你们多当心。于哥，如果你对上刚才那个叫林神的，你有几分把握？95%，我赢，还有50%意外。那就好，我们队伍还有2把猎枪，就算再碰上这人，也根本不用担心。此次计划失败，罪魁祸首是那个野女人。清晨朝阳初升，我们早早收拾东西赶路，爬过山头，向下眺望，把头激动的瞬间攥紧了拳头。那一刻对我来说也是永生难以忘怀。底下是一块很深很深的盆地，盆地中植被满布，一座座巨型石塔拔地而起。这些石塔有方的、圆的，目测高度超过了40米。把头再次拿出羊皮图，他放在眼前对照了下。我们找到了，历史上这是党项人最后的栖身之地。壮观，这是太壮观了。这栋楼应该是当年党项人建造的防御工程，是李县防备蒙古人追来特意建造的。我们怎么上去啊？把头，第一个小门那么高，连个抓手的地方都没有。于哥，你能不能爬上去啊？估计够呛，我试试吧。没事吧，于哥？没事，不好意思，太高了，根本上不去。那试试看，用周围的树干做一个梯子，看看能不能爬上去。小心点啊，疯子！抓到小门边沿，我手脚并用，一个翻身上去了。进来后发现地方不大，空间不到10平米，一张青石板搭成的桌子，石桌上倒着2个锈迹斑斑的铁水壶。此外，在靠近墙角的地上，还看到一把断了弦的木弓。搜寻一圈，又找到了一盏掉在角落的铁油灯。除了这些之外，再没看到别的东西。奇怪，这玩意内部也没楼梯，以前的人是怎么上到高层去的？怎么样，疯子？那里面有什么？就这些，其他啥也没有。那里有个烂了的方形木框，木框应该是以前上下运送人用的。一旦有追兵追来，只要砍断绳索，躲在炮楼高层的党项士兵便能立于不败之地。想必党项人就是利用这东西上去的。那咱们现在怎么办？把头，你们4个人拿4把铲子，分别从东西南北4个角开始，数着数，每走20步，向下打一个探坑，每个探坑统一打深5米，然后逐渐向中间靠拢。当你们碰到了一起，就代表这个地方探完了，这样就不会漏掉任何一座古墓。几个小时后，我们几人都碰头了，除了小轩动作稍微慢一点，我们基本上已经探完了，结果没有任何发现。不要灰心，有可能党项人集中葬在了某一个区域，这才刚刚开始，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下，我们时间充足。嘿，奇怪了，这探坑怎么老是打不下去？哈哈，都快看赵轩轩的样子，笑死我了，他手上没劲，打不下去。哈哈，都快看赵轩轩的样子，笑死我了，他手上没劲，打不下去。云峰，我打不下去。这么难打，是不是碰到石头了？我来。别打了，100%是石头，这你能打下去就怪了。走吧，去吃点东西休息一下。不对，小轩，你把铲子给我。好家伙，这不是石头上打下来的粉末，这他妈是水泥啊！怎么了，把头？你笑什么？来了，是大墓，墓主人非富即贵。如果我没猜错，这是极罕见的灌浆木。那还等什么？赶紧开始挖啊！豆芽子，不要着急，我们现在要确定是全灌浆木还是半灌浆木。如果是半灌浆木，说不定我们还有机会；如果是全灌浆，那就不用费力气了，它是无解的。定准边线，开始挖。我倒要看看究竟什么来头。边线是行话，
意思是用洛阳铲探冥府墓葬的边界形状，以此为来确定这是个长方形墓还是正方形墓。打出来了，长34米左右，宽17米左右，顿时心惊胆战，全都是灰白色的水泥。大头，总得想个办法，我明明都闻到肉味了，光闻味儿却吃不着怎么行？古代的水泥成分一般是黄沙泥、石灰、糯米浆，当年考古队想打开也费了老鼻子劲了。棺材没有棺材样，整个就是一个大水泥坨子。我们要是用炸药怎么样？把它炸开？墓里的棺材陪葬品都和水泥混在了一起，如果用炸药，就算侥幸能炸开，陪葬品也会全炸烂，行不通。有了，我想到一个好办法，绝对可以干开这个水泥墓。我们把盗洞扩宽到2米，在水泥块上画一个门的形状，然后用冲击钻打下去。冲击钻没有炸药威力大，不会损坏陪葬品。说得好，请问窦先生，你的冲击钻在哪儿？还有，就算你有了冲击钻，去哪儿搞电？人力发电还是风力发电？于哥，你拿个凿子锤子，一点点给它凿开，这个不用电，也伤不到文物。要是那样干，我们50年以后再来这里接于哥吧。这位小兄弟说的也不是没有可能。几位，我知道试验田老郭那里有把冲击钻，上次我看到过，应该是建房子打地基用的。还有，他那里也有个小型的柴油发电机，你们看。福叔，真的？你确定？绝对有。把头，要不我回试验田一趟，我最多耽误2天就能赶回来。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路上小心，速去速回。山里路难走，晚上更难认清方位，但我记路能力很强，我不像田三九那个路痴，就是在迷宫里我也能走出来。后半夜1点，我打着手电走出了迷魂林，好在无惊无险。我大概在第2天下午2点多的时候到了试验田。郭叔，你在家没有？是我。是你小伙子，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不是一帮人在山里？是这样的，郭叔，听说你这里有冲击钻和一个小发电机，我来借用一下。啊？你放心，等我们用完了一定给你还回来，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压点钱给你。我是有，不过你们借那东西干什么？这个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反正我们急用，行不行郭叔？小伙儿，主要那不是我私人的东西，那都是属于县政府的财物，我恐怕是道长让我来借的，他有急用。道长，你见到马道长了？我知道了，你跟我来。冲击钻和发电机都在那，我1年多没动过，应该还好使。那好，谢谢你啊，郭叔。小伙子，你行不行啊？这些东西加起来起码也有200斤，实在不行就多跑2趟吧。郭叔，马道长还说了，让你给送一趟。啊，让我背过去？那我田里的活不干了，我1天挣40块呢。郭叔，这是200，算是我赔你的误工费。事不宜迟，咱们赶紧走吧。老郭背起来大竹筐往上掂了掂，看他轻描淡写的样子，我暗道一声厉害。其实我也能背起来，主要是绳子勒得肩膀疼。路上闲聊，我突然想起来郭叔跟着马道长练了2天的8步金刚功，于是我问郭叔，你今年有40多了吧？这身板也太好了，比年轻人都强，是练气功练出来的。你别说，还真是，我以前身体可没这么好，自从练了道长教我的气功，身上确实长了不少力气。那郭叔你也算是气功大师了啊？哈哈，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跟着马道长，时间久了懂一些理论知识，可当不起这大师2字。既然你会气功，那你应该也知道炼精化气吧？知道。怎么了？你说炼精化气厉不厉害？厉害呀，这招当然厉害。马道长以前讲过，精为先天之本，精气神，精排在第一位。你想想，你把它练了，能不厉害吗？马道长还说了，炼精化气是道家不懈功的入门基础，炼精化气即气化神，炼神反虚。一旦到了最后反虚这一步，人就会显得非常年轻。一旦练到了这一步，人活过100岁，轻轻松松。不过你可不要瞎练，光练精化气这一步假功法就很多，练假的反而有害。真正的炼精化气功法是练后补脑，人练后会睡得很香，睡得很快。看来谢疯子教给我的是真正的炼精化气神功，不是假的。要是年轻人练了真的，没事吧？这个怎么说？年轻人不是不能练，就是身体正常。没结婚的话尽量少练，他很容易会练上瘾。一旦上瘾以后又结婚了，那女方不是就受罪了吗？啊？怎么会受罪？啊？怎么会受罪？因为会无欲无求，心里生不起欲望。这样一旦结了婚，女方可不是就受苦了，跟守活寡一样。好家伙，谢启荣这老不死的果然没安好心，教我这个是要害我。聊了一会儿，此刻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打着手电继续走。后半夜1点多，赶路到了迷魂林外。郭叔，马道长之前说了，让你送到这里就行。那我就送到这儿，那我这就回去了。回去吧，郭叔。你们小心，见到马道长了跟他说一声，让他早点回来，别在山里转了。知道了。这些东西加起来不轻啊，云峰，
难为你了，辛苦了。我们东西都有了，一定能搞开这座大墓，看看它里头到底埋的是谁。疯子，这怎么用？不亮啊！起开，什么都不懂，你瞎鼓捣什么？插上电，开始吧。一开始打到洞内灰尘四起，我脚下的水泥块不断被打碎崩起来。我们开的盗洞本来就在主墓室的正上方，我想的是一口气打到的，运气好的话能直接打到棺材盖上，就算运气不好没碰到棺材，也可以左右扩宽，一直打到第二天的傍晚时分。我正在上头靠着大树休息，忽然听到盗洞下豆芽仔。哦，这是什么东西？我碰到东西了，疯子快来！碰到什么了？疯子，你快下来看看这是啥？这他妈好像是块石碑。先拉上来看看。于哥，来帮忙。来了。把头，这好像全都是西夏文，这会不会是西夏人自己做的墓志铭？不是，是别的东西。辽金时期的墓志铭不用这种青石，而且字也比这个小，是西夏文。这碑头和甘肃博物馆那个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很像。按照西夏人修碑爱用双语的习惯看，背面可能有汉字，翻过来看看。还真有。讨王书什么意思？这是讨王书，不是墓志铭。所谓的讨王书是古代官家发行的一种文书，可以理解成给当官的人开的死亡证明。一来是凸显上位者对死者生平贡献的认可和尊重，二来是死者家属后代可以凭借上头颁发的讨王书，按月领取一定的米粮钱财。如果死者的直系家属也去世了，这份讨王书还可以传给后代，接着领取赏赐。总结，这是一种很高的荣誉。金碗银钵16件，金带酒器19件，竟然还有赤髯马牌，这是存量仅个位数的国家一级文物啊！这个贺洛公当年什么身份，竟然会被赐予这种东西？赤髯马牌，这东西值多少钱？如果我们真挖到了碑文上写的赤髯马牌，不敢说有妙音鸟值钱，但是文物等级不比妙音鸟低。这东西让我们每人分一辆大奔，绰绰有余。哇哦！那我们这次不就大发了？赶紧挖吧，愣着干什么？可如果卖这种等级的东西，一旦被逮到，差不多够一个死缓了。云峰，你说前定4年是什么时候？我记不清了，应该是李宪继位的前1年。史书上说李宪在位1年就死了。不错，你说对了。我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上头说这个人叫贺洛公，同样姓贺。我在想这个人有没有可能和西夏早期的贺成真有关？贺成真是谁？贺成真是不输于袁天罡的大风水师，建筑学家，在贺兰山脚下，那里所有的西夏皇陵都是他主持建造的。听了这话，我又眼皮不断的跳，心里开始害怕了。要说刚才还是个死缓，现在100%是死刑，立即执行。大头，疯子，你俩都在那想什么呢？那么入神，赶紧接着干啊！有今晚，还有什么马牌？时候也不早了，今天想休息，明天再忙活吧。赤髯马牌对我的吸引力也极大，但我知道一个道理，越是看着容易到手的好东西，就越是要小心。晚上我们睡在炮楼里，我们搞这么大动静，老夫不是瞎子，他知道了我们不是什么教授学生。不过老夫前后收了我们2次钱，已经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如果我们出事儿，他也脱不了关系，因为是他给带的路。大概半夜3点的时候，又下雨了。福叔，你站在那儿干什么？你醒了？没事，我睡不着，随便看看雨。福老弟，你身上这没事儿，刚才开门淋湿了，暖一会儿就干了。哈哈，要不脱了吧，穿着难受。不用麻烦，不用脱衣服。我刚才是听到脚步声醒了，所以开门想看看有没有人过来。你们没听到？我们现在睡在塔上，这地方总共这么大，哪来的脚步声？福叔，你不是听错了？我刚才确实听到上头有脚步声，好像是有个人在上头走。难道上头真的有人？跟着把头这几年，我从未猜透过他的心思，但我了解把头有个习惯，不论任何计划谋划，他一般不会告诉任何人，不到最后一刻，没人能猜到他到底在想什么。清晨时分，雨停了，我们从梯子上爬下去查看盗洞状况。我去，疯子，难道昨天晚上下雨了？怎么洞里都灌满水了？你哪天睡得不跟死猪一样，除了吃就是睡，我看下冰雹你都不知道。我靠，赵轩轩，你才是死猪，敢这么跟我说话？行了行了，赶紧干活吧，去把桶拿来。奇怪，这水怎么变红了？把头，你快看，昨晚下了场大雨，可能是稀释了的朱砂透过水泥层渗了出来。看样子我们离棺材不远了。牙仔，我们还剩多少柴油？油不多了，估计还能用半天。如果在油耗完之前还没见到棺材，那就麻烦了。继续打，只有一次机会，今天说什么都要见到棺材。下午2点多，我和豆芽仔轮流干右向下打了1米深。我和豆芽仔同时看到，在灰色的水泥块中，突然露出来了一截黑颜色的烂木头，好像是棺材一口。豆芽仔激动的大叫一声，马上要去碰。小心，先别动。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有，
有股刺激味道，有点像我老舅的汗脚味儿。我知道了，疯子是木头味，这是楠木棺材腐烂的味道。不对，楠木就算烂了，在墓里也会是香味，不会是这种味道。让我想想，不好，怎么了，疯子？赶紧上去，快！啊，愣着干什么？快啊！哦，我这就上去。疯子，快上来！云峰，你怎么了？疯子。云峰，你终于醒了，你觉得怎么样？水，给我喝口水。把头，你们快来看看，云峰他醒了。身体感觉怎么样了，云峰？好多了。把头，我睡了多久？你整整睡了1天，咱们千防万防，却失此一防。不过万幸，你和豆芽子都没出什么大问题。卧槽，疯子，就你催我快跑那阵，真吓着我了，我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儿。要不是我发现的早，恐怕我俩今天就交代在里面了。小轩，给我拿支烟。刚醒了就要抽，你知不知道你刚昏迷那阵子脸都是白的？云峰，你们到底在下面遇到什么了？我们昨天都忽略了，那不是普通朱砂。我猜想，在整个主墓室的墓底应该铺满了一层朱砂层。朱砂本身就有毒，只是达不到直接毒死人的程度。但如果是铺的朱砂层，便不一样了。我们昨天打下去碰到的是生石灰，再加上昨天下雨，石灰遇到水会起反应，而朱砂层只要一旦受热，哪怕不是很热，也会立即产生大量的汞，释放到空气中。这种汞的成分就和挥发后的水银一样，只有量够，短短几分钟就能把人毒死。始皇陵中就用了这种东西防盗。你们说都过去1天了，那棺材怎么样了？起出来了？那当然，疯子，你看看这是什么？金代版，你们把棺材搞出来了？根本不用搞出来，把头让我们顺着露出来的那一头棺材打了个洞，然后我钻进去摸了个干干净净。都出什么了？马牌也搞到了？出的东西不少，都在这里。那个什么牌子也摸出来了，还是流银的。顿时，我眼前闪过一抹扎人的金色，一整摞拳头大的喇叭形线花金碗，厚厚的一沓金带板，全用绳子捆着，还有一大把精美的玉器，主要是6龙玉琮、玉贵人、玉蝉和4、5个白度很高的玉环。除了这些，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块铜牌子。赤染马牌，好，太好了，这些东西加起来价值绝对超过了200万。如果碰到了对口的买主，能大赚一笔。现在你身体觉得怎么样？要不你先休息1、2天，我们和把头接着去探别的区域。我没事儿，干活绝对没问题。又过了1天，我们开始探炮楼周围的 M2区，这个区域很快探完了，没有古墓。到了第3天，我们又向东走，去探 M3区。我正扶着洛阳铲休息，回头看到了梯子那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头，我们再做一把长一点的梯子，然后在梯子前头加上2根棍子，用绳子绑紧，把这2根棍子当成钩子，勾在小门那里，这样不是就能上去了？这个办法可以，不过不用着急，上头应该没什么东西。我们现在主要把精力放在打探坑上。那行吧。不就是找2根树枝？疯子，咱们去搞。把头说了，上面没东西。不上去看怎么会知道？一想到一屋子古董我就睡不着觉。疯子，待会儿咱俩去砍树，反正迟早得做。正好我也没事干，我跟着你们一起去吧。行吧。福叔，你看那棵树怎么样？感觉还是太粗，不好绑啊。那一棵我觉得就正好。老夫可能觉得这2天自己没帮到忙，当下自告奋勇先去砍树。他作为山里人，砍树相当厉害，2刀下去我感觉树就要断，因为他是弯着腰砍的，动作幅度也比较大。突然有张照片从他上衣口袋里滑了出来，悄无声息地掉到了地上。豆芽仔离得近，直接捡起来了。这是谁？还挺漂亮的。疯子，你快看。爱女福夏，难道老夫闺女这么年轻？福叔，这是你口袋里的照片，你刚才不小心掉出来了。你闺女叫福夏，之前没听你说过，看气质像个大学生，也住在木雅。是我闺女，不过她不在木雅，出远门了。出远门？一个人在什么状况下才会一直随身携带着另一个人的照片？第一种可能是死了，带照片当纪念；第二种就像老夫自己说的，闺女出远门了，这也是有可能的。还是别管人家里事好。疯子，你刚才看清楚了没？老夫个头不高，长着磕碜样，怎么能生下来那么漂亮的闺女？那气质，啧。你说这话让老夫听见了，不得找你拼命！快闭上你那张乌鸦嘴巴！你看你，我就是随便说说，又没恶意。回到营地才不到9点，开始做梯子了。我特别好奇那上头有什么，会不会真像豆芽仔说的，放了一屋子古董？把头看我和豆芽仔忙前忙后做梯子，对此也没说什么。要做的话就做结实点，别用着用着断了。放心吧，把头，我做的那肯定结实。开始吧，看看能不能挂上去。
赵轩轩，你看着火，我和疯子上去了。你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知道了，你就瞧好吧。你试试稳不稳当？没问题，稳当着呢，我上去了。小心点儿，10几米一旦掉下去，能摔死人的。知道，放心。牙仔，有没有事？吓死我了，差一点就掉下去了。行了行了，赶紧爬上去，抓紧一点。该你了，疯子，快上来。福叔，那我也上去看看，你帮我扶着。好，快上去吧。这次我运气好，没刮风，很快爬到头了。上来才发现，这个小门和下头那个小门不太一样，这小门上竟然有一些残留的门画，小木门年久失修。豆芽仔伸手慢慢推开，顿时发出了刺耳的摩擦声。推门进去，我用手电一照，愣住了。怎么这么多东西？这没法下脚啊！疯子，你快看，那墙上挂的是什么？是种很老式的藤编簸箕，都氧化了，你小心点，别弄太大的动静。哎呀！上头那层是塔顶，还有一个小门，要不要上去看看疯子？太高了，我有点晕高，到时再说，先找东西。疯子，你快看，那是什么玩意？那是以前人戴的布帽子，都是死人用的东西，别碰。咦，那是什么？黑暗中，我缓缓移动手电，突然看到在密室墙角的最角落高处，挂着个粗瓷黑釉的象腿瓶，而且在瓶子口部塞着一个卷起来的卷轴，有点像是古画。这不会是西夏时期的古画吧？要真是，又来一辆大奔驰。牙仔，你踩在我肩膀上，把那东西拿下来。没问题。这是什么啊，疯子？看下上去像一人大腿。先拿下来，我看看。原来是个鸡腿瓶，我还以为是像腿瓶呢。这个黑釉鸡腿瓶虽然是民窑粗瓷，但完整，加上釉色好，1块钱是值的。怎么样，疯子，值不值钱？最少值50万。我操，这么多！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咱们前2天就该上来，差点错过50万，50万啊！别喊，半夜3更，你喊那么大声干什么？想把狼招过来？希望这幅画不会让我失望。女的，是个女的。我这还没打开，你怎么知道？上一边去。我勒个去！你看吧，我就知道是个女的，还在洗澡。根据绢纸发黄氧化的程度推测，这是一张7、800年的画。这张画出现在这石楼中，如果我猜的没错，应该是某个西夏人画的。等白天了，肯定得好好研究研究，再看看细节。看什么细节？哼，你永远无法理解画中意境。讨厌！你先下，把瓶子拿好了。豆芽仔，你看着点脚底下的梯子，别不小心踩空了。赵轩轩，你烦不烦啊？你小看我是吧？看我给你来个倒挂金钩。嘿嘿。哎呦我的妈！炮楼 M3区的勘探工作进展缓慢，可以说出乎意料。地下太多石头，很多地方洛阳铲打下不去。它不是古墓的那种青石，就是自然界的石头。还有一件事，我感到有些奇怪。前2天白天，把头一直让于哥去炮楼西北角落的荒地那里摘很多野石榴回来。摘回来后，把头让我们都坐在营地外吃，每天都得吃。野石榴太酸，不好吃。我搞不懂这是做什么，就去问把头。林峰，我感觉最迟明天晚上他就要来了，比我想象中的快了2天。谁要来了？把头？难道是七月爬？那个叫什么林神的，不是说了七月爬此时不在山里？我不怕他们露面，我就怕他们一直不露面。如果不露面，就要给对方个机会，让对方先露面。云峰，你记住，藏在暗中的敌人就像一条毒蛇，一旦等我们睡着了，他会随时爬出来下口。那怎么办？不用怕，只要蛇一露头，我训练的鹰就会捉走蛇。把头像前几天一样，照常让于哥去摘野石榴回来吃。这次于哥带上了我，到了石榴树下。于哥，这玩意儿不好吃啊，很酸啊，咱们摘那么多干嘛？哈哈，云峰，你着什么急呢？石榴是不好吃，但在这山里也找不出什么能吃的，不是？将就吧。怎么了，于哥？没事儿，摘吧，多摘点回去吃。这种野石榴富含维生素，吃了对身体有好处。于哥，你终于回来了，饿死我了，快给我！急什么？要注意卫生，别吃了拉肚子。我去洗洗。好了，给你。爽，太爽了！有病吧你？酸成这样爽个屁！到了晚上，生起火堆，
我们没睡在炮楼上，而是在外头围着火堆扎了帐。夜里11点多，我坐在火堆旁守夜，其他人都休息了。看着噼里啪啦燃烧的干柴，我心里总感到不安宁，无法平静。忽然，平白无故的刮起了一阵大风，吹得柴火都散开了，火星子飞得到处都是。谁在树后头？出来！果然是你，把头，快出来，有情况。我看你白天也吃了石榴，为什么还能站着？云峰，你记住，藏在暗中的敌人就像一条毒蛇，一旦等我们睡着了，他会随时爬出来下口。我明白了，你说的什么石榴？你怎么知道我们吃了石榴？我暗中一直观察你们，本来我想等国师过来，现在看来根本不用。我不知道国师在忌惮你们什么，在我看来，你们充其量只是一帮没脑子的盗墓贼罢了。前天晚上我在石榴树上下了药，结果今天白天就看到你们摘下来吃了。知道我下的什么药吗？我偷偷告诉你，那可不是农药，是有毒的石蜡粉。什么？你这个混蛋！把头，于哥，你们快起来！别喊了，你喊破喉咙也没用，吃了石蜡粉的人醒不过来，最多等上2天，全得死光。你想干什么？国师说你们在沙漠里杀过我同胞，所以我决定最后再杀你们。我要慢慢折磨你们这群人。至于那个女的，我要玩死她。说完，他快步走到了小轩帐篷外。我手心全是汗，我不知道把头下一步计划是什么。他只是让我守夜，其他什么都没说。臭娘们，老子要杀了你！你走不了了。还没死，拿绳子来，把他绑到树上。把头，这人很奇怪，我那一拳几乎用全力，正常人是绝对受不了的。我就不是正常人，我是2护法，我的灵魂受过国师祝福，我是死不了的。你们这些人绝对活不过今天晚上。死到临头了，还他妈嘴硬！我看你不是什么灵神2护法，你是傻子啊！我们略施小计你就上当了，就你这智商，我看你是个屎壳郎吧。你他妈才是屎壳郎，250，你全家都是屎壳郎。小妹妹，快过来，哥会好好疼你的。爽不爽？爽！卧槽，他是不是真的不会死？受了这么重的伤，跟没事人一样。我来试试。哎呀！哎呦我的妈！你他妈扎我屁股干什么？是真的，疯子，你快试一下，他光流血不会死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脸上挨了于哥全力一击重拳，肚子上又结结实实挨了2刀还不死，这是人吗？把头，你看到了没有？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老福呢？他在炮楼上，他没帐篷，在楼上睡觉。把他叫下来。我匆忙顺着梯子爬上去，推开门就看到老福没睡觉，而是在看着墙壁发呆。福叔，你在看什么？你怎么哭了？把头，让我喊你下去，我们抓到那个2护法灵神了。我不能下去，如果下去了，我会控制不住自己，我会一枪崩了他。小象，你们听我的，走吧，离开这里。如果你们现在不走，今天晚上全都得死在这里，一个也活不了。啊？什么意思？你不懂，你们都根本不懂，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对付什么怪物。只有我能杀掉七月爬，党项人的诅咒存在，它一直就存在，我一定会为服下报仇。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刮这么大的风？完了，你们走不了了，他来了。卧槽，地震了！国师来了，你们都死定了，准备受死吧！让开！于哥，
于哥，你怎么样了？好家伙，这他妈不是人，是熊！老夫口中说过的棕熊。哈哈，我他妈早说了，你们今天晚上全都得死在这里，一个都活不了。风停了，只见一位身穿黑黄色古代长袍的中年男人迈步从树林中走了出来。引人注意的是，在他额头正中位置上，用红笔画了个扭曲的 S 图案。是七月爬。阁下就是西夏党项人的国师七月爬吧？能否告知我，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复兴党项。西夏已经灭亡700多年了，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呵，银狐，其实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只属于我们党项人的伟大计划，一个我从23年前就开始了的计划。哦，什么计划？你没那个资格知道。不过有些事情，我现在确实可以说了。20年前，我帮了一个孩子，我让他变得不怕毒蛇，并且在转生村，我还亲口告诉了他关于蛇神的秘密。那个孩子可不像满脑子都是女人的老二一样笨，那个孩子是我见过头脑最聪明的孩子了。我把我的勾芒蛇给了他，让他当我的大护法。对了，你们好像都叫他自伤蛇。你们看他多可爱，睡着了。怎么会？怎么可能？这蛇当时是让回声鸭子吃了，怎么可能还会在？哼，你说的没错，当时那只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野鸭子差点坏了我大事。不过年轻人，你可以再好好想想，鬼蛇是从哪里出来的？是真的只有一条吗？他妈的！当时陈湖宫的水下铁棺里锁了2具古枪小头女尸，唐贵媳妇帮自伤蛇主女尸头，锅里只煮了一个，另外一个就没见到。那具尸体脑袋里一定也有这条死蛇，它是2条。哈哈，不知道你想用这条死蛇做什么？死蛇，你们真是无知！这蛇从来没有活过，能巴巴蛇一共2条。其实他们从一生下来就是死的。现在我还缺一面镜子，但很快就能得到。当古枪的蛇神在镜子中睁开了眼，到了那天，我谋划了20多年的计划就算成功了。国师，我真是太佩服你的智慧了，不经意间就能把这些人耍得团团转，赶快弄死他们，把那个妹妹留下。二护法、大护法虽然不在了，但你还要学习他的头脑和做事能力，不能一味的玩物丧志。不要忘了，我们的计划还差最后一步。知道，我知道，大护法是大护法，我是我，呵呵。国师，那我也得玩啊，你不能管我玩女人啊。哎，谁他妈开的枪？哈哈哈！我当时谁开枪打的我？原来是你，老头子，我知道你。去死吧！狗杂种，有种别躲在一头畜生背后。你是来找你闺女的？玩腻了，我把她砍成4段喂熊了。不对，记错了，是5段。福叔，小心！云峰，你快过来，于哥快不行了。于哥，你怎么样了？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就没人保护你们几个了。你别说话了，于哥，你一定没事儿。额尔德尼那个老喇嘛还活着？不好意思，你不能动我们的东西。哦，呵呵，行，银狐，作为感谢，那我就不动了。你感谢我什么？要感谢你们啊！若没有你们帮忙，就算是我也无法打开湖公墓那7道金刚门。虽然我不了解你在做什么，但你说还缺一个镜子，那也就是说，现在你的计划还差最后一步。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但就凭你一个上岁数的老人家，该怎么阻止我，又该怎么阻止他呢？其实他像我们人一样，也有个名字，他叫牛鬼。你说的没错，我只是一个上了岁数的普通老头子，我办不到。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那么一股少数人能杀鬼弑神。哦，那你说说他是谁？把头话音刚落，突然从炮楼的最高层掉下来一个东西。我定睛仔细一看，竟然是一本厚厚的书，书名是《产后护理100招》。哈哈哈哈哈哈！这人是谁？速度好快！他是阿春姐妹的师傅哲武师傅。奇怪了，把头是怎么把他请来的？
武师傅，炮楼这么高，他是怎么从上面下来了？难道前2天下雨，老夫无意中听到楼上的脚步声，就是他？武师傅，接下来的事就拜托你了。你是谁？要你命的人。奇怪，这畜生看不到人。哈哈，熊瞎子，他在看静止东西时视力很差，鼻子部位是这畜生的致命点，没有脑子，不论再怎么强壮，也终究比不上人。不错，我想知道银狐花了多少钱，请来了你这种高手。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是我要还人情。下一个就是你。哈哈，阁下好狂妄的口气，你真能杀得了我？试试就知道了。国师，我来晚了。你来的不算晚，老三，对上这人你有几分把握？回国师，我能感觉出来，此人非比寻常。用刀的话，我最多只有5成把握。那就给我杀了他。是。年轻人，你说你有5成把握，你确定？娘娘腔，我有没有5成把握？你试试便知。卧槽！一刀杀熊，2刀杀人，牛逼啊！王把头搞定了。快看，那狗爬国师跑了。七月爬没有犹豫，直接转头冲向了树林。阿春师傅也没有犹豫，他手中的蝴蝶刀还在滴血，持刀追着进了林子，只留下一地狼藉。别追，七月爬交给哲武他就行了。看文斌的伤，云峰你去找老福，看他还活着没有。好。福叔，伤得这么重？完了完了，这肯定活不了，说不定身上骨头都碎。你不能说点吉利的，帮我扶着，把他衣服脱了。这是什么图案？为什么一个老实巴交的向导身上有这么奇怪的纹身？前天下雨，我想帮老夫脱衣服，他不让，或许就是在掩盖纹身。卧槽，疯子！你快来看，福叔背怎么纹了个死人？还真是，这种复杂图案，普通纹身师绝对做不出来。他嘴里叼的是什么？降魔杵，密宗法器。先别管了，赶紧给老胡上药，我去看看于哥。于哥体格好，骨头应该没大问题，这让我松了口气。我就怕他出事，今夜注定无眠了。把头在看着黑暗发呆。我问他，把头，你是什么时候把阿春师傅叫来的？是和我们一起进山的。当初我从田39手中力保阿春姐妹，又主动借给她40万，就是为了等待今天。那40万他还了，第4天就还了，但是人情他还不了。云峰，现在你应该知道我当初为什么忌惮这个人了。知道了，这人太猛了，我感觉和谢启荣差不多了。谢启荣是50年的老精神病，哲武是个正常人，怎么能和他做对比？既然他去追了，那我们等消息就行。我差点忘了，那个叫什么林神的还绑在树上呢。隔天早上，我们来到树下，林神满身是血，貌似虚弱了不少。见我过来，仍破口大骂，他骂3句不离女人，各种污言秽语，极其难听。你真他妈是个怪胎，挨了2枪2刀，这都还能开口说话。我想知道你身体构造是怎么长的。我不但还能开口说话，我还能这嘴真是硬。行，我让你嘴硬。我操你妈！老子一定要把你下来喂狗！你这么一说，我倒是还忘记了。牙仔，把他裤子脱了。OK。这怎么？
是这种款式的。不对啊，这好像是萎缩了，太小了，跟小孩的小指的1/3差不多，这怎么用？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疯子，你快过来看看。怎么他包里装的全是药？我皱眉研究了半天，大概得出了一个结论：这家伙不是什么没有灵魂的人，他不死是因为身体素质强，我们没伤到其要害，没有痛觉。这应该是一种遗传的感觉障碍类疾病，可能不光没有痛觉，也没有味觉等等，而且无法人道，因为他根本没感觉。感情这是个心理变态啊！疯子，你说这人该怎么处理？你来吧，给他这里再来一刀。死了，不动了。如果心脏贯穿还能活蹦乱跳，那就真见鬼了。武师傅，怎么样了？出了意外？这个人对山里地形很熟，我2次差一点杀了他。我追着他进了一个奇怪的山洞，到那里便追丢了。什么样的山洞？是一个很冷的山洞，温度很低，地形错综复杂。洞里看到有不少死蛇，数量很多。王把头，你救了我徒弟一命，现在我救了你们一命，我已经还了你这个人情，告辞了。他说完扭头便走，把头没有阻拦，而是暗中给我使了个眼色。我快步追了上去。等等，武师傅，你等等，春姐和小妹现在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好吗？武师傅，把头说你们老一辈江湖人做事是有恩必还，有仇必报，这点我很佩服啊。你要说什么可以直说。哈哈哈，武师傅，你是还了把头人情，但你还欠着我人情，不光我，你还欠了豆芽仔的人情。对。这2个小丫头，感情我只是帮她2打过来，2个败家徒弟会在外头欠下这么多人情？人说子债父偿，天经地义。哲师傅，你可得把这些人情债还了，要不然欠人情不还，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对，你想让我怎么个还法？走吧，武师傅，咱们回去再说。哲武，此人没有加入过长春会，在江湖上也没有加入过任何一方势力组织，特立独行，所以知道他名号的人不多，是一个很低调的人。20多岁，长春会派人来请他去看佳木斯精神病院大，他不同意，将对方一刀断手。后来长春会都没敢来报仇，这点足以看出来此人的厉害。武师傅，你用来藏刀的这本书为什么是产后护理？有什么说法？我这个人从小不喜欢打打杀杀，我10岁时跟着师傅学刀也是被迫的。我最早想当一名妇科医生，我想帮助很多可爱的小生命来这个世上，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梦想。但我很快又找到了新的目标，就是教小孩子们跳舞。哲师傅，这么说你很喜欢小孩？我喜欢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那你怎么不结婚，自己生一个？要不这样吧，武师傅，我前段时间在夏尔巴布认识了一位大姐，她叫米米嫂子，年龄比你小几岁，人特别好，关键没孩子，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不必了，我不高不帅也没钱，没人愿意跟着我受苦的。怎么会？帅那就是个屁！你放心，你和米米嫂子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一番闲聊，拉近了彼此距离。回去后，把头吩咐我们连夜就地掩埋，处理了几具尸体。把头似乎是下了什么决定，他说：“云峰，你感觉怎么样？困吗？”还行，不困。怎么了，把头？那等下让哲武带着你和豆芽仔去那个山洞，你把猎枪带上，到了山洞就让哲武回来，他会保护我们营地的几个伤员。啊！你去把照明弹拿来。把头要那玩意干？时候到了，我要打出手中的底牌了。7月爬善于折虎，现在他3个护法全死了，正是他最虚弱的时候。所谓打蛇打7寸，我要乘势追击，永绝后患。除了哲武，这次在进山之前，我还找了另外的人来帮忙，就住在那里。这段时间辛苦你们。张湖蛇女，怎么回事她？向云峰，还记得我吗？当然记得，不过你们出现的太突然，我还没反应过来呢。我和我娘6天前就到了，是你师父让我们不要露面，说时机未到。你过来，我想单独跟你说几句话。我记得你不是住在坛子里，原来你也能走路。我当然能走路，我腿又没坏，住在坛子里只不过是张湖蛇女的风俗。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离开过南平，知道我为什么来帮你吗？因为你是第一个夸我漂亮的男人啊，还劝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以前从来没有男人夸过我啊。就因为这个，
我跟你说哈，我们要去的那个山洞有很多蛇，而且七月爬应该也是玩蛇的，他手中有条死蛇，叫能巴巴蛇，是鬼蛇啊。所以你师傅才叫我和我娘来了呀，说我们能帮到你们。我不知道鬼蛇是什么，但天底下所有蛇都是我的好朋友，论完蛇，我才是最厉害的。其实我这次离开张湖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我听了你的，你走后我去医院检查身体了，医生说我得了包虫病，治不好了，我应该是活不了多久了。所以我就想着离开张湖，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要不然我到死了都没出过远门。啊？包虫病？那是什么病？包虫病也叫虫癌，医生说我的肝脏已经失去了活性，里头全都是虫子。我不知道这病，但听得暗自心惊，因为他每天喝3杯蛇血，所以当时我就劝他有机会去医院看看。没想到这一看，真看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受。既然是虫子病，不知道让小米去的那个苗寨能不能治好？既然是虫子病，不知道让小米去的那个苗寨能不能治好？哲师傅，昨晚七月爬就跑进了这里。没错，这山洞地形很复杂，你们小心。七月爬就是残兵败将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还有枪，我会怕他？你看着办吧，我先回去了。王把头让我守着伤员。走吧，疯子。你们先等等。怎么了？啊？你还能和蛇说话？不能，我听不懂他们说话，但我能接受到他们的信号。什么信号？危险！越往里走越黑，不打开手电看不清脚下路。我把老夫的猎枪一直攥在手里，走了没几分钟，蛇女又停下。你们听到了没有？听到什么？这里只有风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蛇？有多少？无法确定数量，成千上万条，有一些蛇很不欢迎我。你说你听到了，那我怎么一条没看到？哪呢？蛇在哪呢？出来一个，我看看啊！有没有毒？这是竹叶青，一般3分钟就见效，你没有感觉吗？我，姐姐，你救救我，快救我！最快的办法还是吸出来，我不方便，你来吧。疯子，你快点，我感觉嘴发麻了。快啊！要不你还是死吧，你死了我给你建个防盗墓，你住的肯定安心。你说的什么玩意？我们还是不是兄弟了？算了，不逗你们玩了，放心吧，竹叶青一般毒不死人，但疼肯定会疼。别动，我给你上点药。哎呀，疼！别慌，你忍一下。行了，赶快把裤子穿上。这药管用？我不会再被毒死了吧？不会，我娘那里有半边莲，你回去找她要一些冲水喝，大概喝2天就能好了。但咬你的是竹叶青，疼肯定会疼一阵子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疼啊，屁股疼，疼死我了！有这么夸张吗？小轩，老胡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是没醒过来，开始持续发烧，那就说明感染了。而在这深山里发生伤口感染，怕是九死一生。你尽量照顾他，我们尽人事，听天命。放心，我会的。云峰啊，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团队里6个人，现在伤了3个，我在明，敌在暗。就算哲武时刻守着，我也感觉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我再去那个山洞看看情况，回来再跟你汇报一下。这样也可以，但你要注意，不可为的事不要干，把自己安全放在首位，记得带上枪，和蛇女一起去。好。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是蛇产卵的季节，你不能再等10天8天。时间紧急，不能等。现在情况是多等1天，多1天风险。我们晚上都不敢睡觉，怕七月爬又整出来什么幺蛾子。大不了进去看眼地形就出来。唉，那好吧，我尽量帮你。蛇女其实有名字，她叫赵红烟。再次深入不知名山洞，我举着手电，走着走着发现不对劲，因为我发现这绝不是天然形成的山洞。除了这点，依稀能看到工具开凿留下的痕迹。这个山洞的时间上限就在西汉左右。西汉时期，半山腰上谁凿了这么个山洞？干什么用的？这很费人力财力。卧槽，好多蛇！不好意思，太紧张了。别怕，没事的。蛇喜欢潮湿的地方，现在它们是临产前状态，只要不去碰它们，一般不会攻击。但一旦产卵后就不一样了，会很有攻击性。你涂的这个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也来一点？这是煮过的天星草，有毒性，我习惯了，所以不会中毒。你一个普通人用了容易起反应。那算了。你不用离我这么近，
蛇闻到天腥草味道会远远躲开，不会攻击我们的。还是近点好，没事儿，放心吧。60度的斜坡，这他妈是墓道啊！汉墓都是挖山而建，我早就该想到的。走啊，愣着干什么？下去看看。别慌，你让我想想，这不对劲。如果我从中间继续向前走，应该是木门，穿过府门是个正方形的中室。照这个墓的挑高看，中室两侧应该配有盥洗室和衣帽间。穿过中室，可能还有一道门。